你是99%的人都无法超越的全校第一。分班时却被校长打入垃圾班级，甚至还扬言你只配进场打螺丝。此时愤怒的你来到班主任办公室讨说法。王老师，我明明是全校第一，为什么进不了冲刺班？叶枫，我们优先考虑觉醒强大战斗职业的学生，而你觉醒的是锻造师，一个垃圾生活职业，也配进冲刺班吗？闻言，叶枫青筋暴起。学校的招生简章和分班条例里从来没有规定生活类职业不能进冲刺班。规定是人定的，你不满意，我现在就能给你编一个，比如综合素质评估不达标，团队协作能力欠缺，心理素质不稳定，你想要哪个？王振国摊开手，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这样的，我给你一个心服口服的机会，半个月后的第一次月考，只要你能打赢任何一个冲刺班的学生，我就当着全年级的面亲自把你请进去，怎么样？听到这话，叶枫呼吸一滞，让我一个锻造师去挑战战斗职业的学生，这根本就是在羞辱我。叶枫最终沉默地走出办公室，回到宿舍后，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小枫啦，刚刚给你多打了200生活费，记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别舍不得花钱。谢谢妈。工地上是不是很忙啊？你跟爸也注意身体，别太累了。嗨，我们俩这身子骨累不坏，等你考上名校，咱们家就熬出头了。听到这话，叶枫陷入沉默。学校里都还好吧？分班了吗？老师有没有说你成绩好，把你分到最好的班里去？此刻，母亲满是期盼的追问，叶枫却实在不忍心告诉父母今天的事。分了，妈，我挺好的，老师很看好我。我这边还有点事要去看书了，先挂了。好好，你学习要紧，快去吧，别耽误了。电话骤然挂断，叶枫眼前阵阵发黑，攥紧拳头。凭什么？我这2年半的努力，难道都要付之东流了吗？叶枫对着冰冷的墙壁一拳砸下，与此同时，一道机械音在脑海骤然炸响。检测到宿主强烈的不屈意志，签到系统激活。系统，这不是小说里才有的东西吗？宿主每周可进行1次签到，随机获得与锻造相关的蓝图奖励。初次锻造100%成功，是否立即签到？是。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锻造蓝图12生肖符咒。光幕上缓缓展开一张古朴金色卷轴，卷轴上没有文字，只有12个形态各异的动物图腾。这是《成龙历险记》里的12符咒，我竟然真的是穿越者，前世的记忆没骗我。蓝图12生肖符咒是源自火之恶魔圣主的力量，单独1枚就能让普通人成超凡者，集齐就是完美无缺的力量体。天哪，这简直是通往巅峰的希望啊！此刻，叶枫脑中浮现出王振国虚伪轻蔑的脸，眼神逐渐变得坚定。如今我有了系统，能复现另一个世界的神奇力量。王振国将锻造师贬低的一无是处，我偏要证明给他看。叶枫压下心头的激动，查看牛符咒。此物锻造成功，可获得无与伦比的超级力量。所需材料为黑曜石粉末50克、淬灵之水20毫升、符文刻印墨5毫升、狂牛之心1颗。这些材料我根本没有啊，而且光听名字就不便宜，学校里肯定找不到，看来得去黑市了。叶枫不再耽搁，很快来到黑市摊位上。老板，你这黑曜石粉末怎么卖？100块一个，上好货色，童叟无欺。50克才够做牛符咒，这就要5000块，我全部身家都不够，太贵了。叶枫说完便准备离开，摊主连忙叫住他：“小兄弟别走啊，价格好商量，看你是学生，打个8折，4000块50克，你拿走。”叶枫未回头，径直往前走，但接连问了几个摊位，情况大同小异。最便宜的也要3500块50克，淬灵之水和符文刻印墨更贵，按毫升计价，1小瓶就上千，正规途径根本凑不齐材料。叶枫压下失落，目光忽然被角落一个摊位吸引。喂，小子，看什么看？要买肉去那边挑新鲜的，这盆里都是下水料，10块钱1斤，拿回去喂狗的。看清摊位上的东西后，叶枫心脏猛地一跳，是狂牛之心，虽然能量波动微弱，但那蕴含狂暴力量的内在结构和蓝图里的介绍一模一样。叶枫压下狂喜，表情平静，甚至带点嫌弃问道：“老板，这是什么东西？石头吗？”鬼知道是什么，说不定是牛胃里没消化的玩意儿。你要是喜欢，这盆里的随便拿，50块全端走。50，这么一堆烂肉要50，看着都恶心。小子，你到底买不买？不买别耽误我做生意。20，我就当买个新奇玩意儿回去研究。滚滚滚，至少40。25，不能再多了。就当我帮你清理垃圾。30，少一个子儿都不行。成交。叶枫立刻掏出30块递过去，迅速捡起那颗干硬心脏。核心材料到手，剩下的钱应该购买那些稀释或低品级的基础材料了。就在这时，一个清冷女声传来：“叶枫。”叶枫身体一僵，这个声音他再熟悉不过。柳如烟，闲云一中公认的高冷校花，觉醒仪式上觉醒了稀有 S 级战斗职业，现已进入冲刺一班重点培养。你怎么会在这里？买点东西。叶枫回答简短，不愿多做解释。我听说了分班的事，这方面王老师做的确实过分了。无所谓了。叶枫的淡然让柳如烟意外，如今的叶枫少了份向上的紧绷感，多了一丝看不懂的疏离。你买这些材料是想自己尝试锻造吗？锻造师初期升级难，材料消耗大，成功率还低，你这点钱连一次像样的尝试都不够啊！总要试试，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听到这话，柳如烟沉默了。那你呢？冲刺班的学生大半夜不在学校，
也跑来这种地方？柳如烟刚想回答，一位少女突然出现，拍了拍她的肩膀。如烟，我东西买到喽。青哥，你吓到我了。这时陆青哥才注意到一旁的叶枫。的，小帅哥，你也是来买东西的，看上什么好宝贝了？不等叶枫回答，柳如烟主动开口，解释了他们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学校武器室里的都是最基础的制式武器，实战里作用有限。我们想去城里的大型装备店看看，但我们等级太低，根本买不到，所以只能来黑市碰碰运气。就像这套风切是2阶刺客淘汰的，能量核心有点损耗，但比学校发的破铜烂铁强多了，对付1、2阶魔物足够了。原来如此，就算是这些天之骄子，通往强者的路上，也要想尽办法争取优势。学校只是筛选机构，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想通这一点，叶枫对冲刺班的执念彻底烟消云散。那你的小帅哥刚才在肉铺买了什么？穿怀里神神秘秘的，难道是稀有的魔物内丹？家徒四壁的穷学生，却在黑市捡漏了价值千万的炼器材料，瞬间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小帅哥刚才在肉铺买了什么？神神秘秘的，难道是稀有的魔物内丹？没什么，一点没用的东西。见他一副不想暴露自己的模样，陆青哥撇了撇嘴。切，小气。柳如烟看了看叶枫空着的手，心中微动，拿出一个小小的钱袋，递到他面前。这些钱你先拿着。你这是做什么？你一个人尝试锻造，初期肯定很困难，这些钱不多，算是我借给你的。等你以后成了锻造大师，还我一件亲手打造的神装就行，就当是我对你的投资了。柳如烟的玩笑开得巧妙，既提供了帮助，又维护了叶枫的自尊。的，我们如烟这是动了凡心了。平时在学校，富家子弟送的礼物你一件不收，今天怎么这么大方？闻言，柳如烟脸上泛起薄红。你胡说什么？我可没胡说。叶枫同学，你别小看这袋钱，这可是我们家如烟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陆青哥，陆青哥冲柳如烟做了个鬼脸，柳如烟无奈，只好讷讷对叶枫解释：你别听他瞎说，这些钱是我来学校前家里人硬塞的，现在都是电子支付，现金用不掉，给你正好物尽其用。叶枫看着眼前的女孩，没有推辞，将钱袋收好放进兜里。谢谢，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一定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强的锻造师，到时候我会为你亲手锻造一件真正的神器。听到叶枫的郑重宣言，柳如烟一时有些猝不及防。我刚才是开玩笑的，你别有心理压力，尽力就好。好，那么我先告辞了。叶枫准备离开，陆青哥再次上前拦住了他。等等，光我们家如烟投资怎么行？我也要投一份，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强的锻造师。没等叶枫细想，陆青哥便掏出了手机。小帅哥，加个好友吧，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找姐姐我哦。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有钱送上门，没理由拒绝。两人添加好友后，叶枫的手机传来提示音。好了，投资到账，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姐姐哦。我们先走了，你加油。两人离开后，叶枫不再犹豫，转身走向之前那家基础材料摊位。小兄弟又回来了，想通了吗？4000块50克黑曜石粉末，绝对公道价。叶枫没说话，把口袋里所有钱都掏出来放在摊位上。老板，我身上就这么多，加上卡里的一共5000，我要50克黑曜石粉末，20毫升淬灵之水，还有5毫升符文刻印墨。听到这话，摊主笑容僵住。小兄弟，你没睡醒吧？5000块想买其实3样，单是淬灵之水，进货价都不止3000了。我知道，我不要你明面上的好货，就要你那些处理不掉的次品。什么次品？我这卖的都是正品。老板，明人不说暗话，你们这行总会积压收潮，卖给大客户砸招牌，扔掉可惜，不如清给我。摊主沉默片刻，重新审视叶枫，最终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6000，不能再少了。我就5000，你卖，我现在拿走；不卖，你继续让废料在仓库发霉。两人对视片刻，最终摊主先败下阵来。算我今天倒霉，等着。摊主拿出3个不起眼的瓶子和袋子，重重拍在摊位上。货在这里，自己检查，拿了赶紧走，别说在我这买的，出了事我概不负责。叶枫检查了一下，品质比预想的还差，但他毫不在意。多谢老板。叶枫付了钱，小心翼翼收好材料，立马回到宿舍。锻造蓝图牛符咒材料已备齐，是否开始锻造？是。半小时后，一枚8角形石块静静躺在书桌上，中央的牛头栩栩如生，蕴含无穷力量。成功了。叶枫拿起牛符咒，指尖触及的瞬间，一股暖流席卷全身。真想试一下，但宿舍楼全是学生，动静太大会引来麻烦，还是明天再说吧。次日一早，叶枫将符咒贴身放好，来到市中心的磐石训练馆。办卡还是计时？计时。最低级 F 级训练室，1小时100，一级200，低级400，先付费后使用，选哪间？我要最高级的训练室。听到这话，前台的表情变得古怪。同学，我们这是专业训练馆，不是游乐场。S 级训练室是给资深职业者准备的。我知道，就要这里。前台翻了个白眼，伸出手指向价目表。S 级训练室1小时800信用币，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就算你进去不用设备，激活不了测试效果，也是这个价，确定要进吗？废话真多。叶枫不再多言，直接扫码付款。叮，付款成功，800元。S1房刷卡进入，记住只有1小时，超时自动断电，还要补缴费用。叶枫拿起卡片转身就走，前台看着他的背影撇了撇嘴。
立马联系安保部门。喂，留意一下 S1房的客人，一个学生，看起来有点奇怪，别让他把里面的东西偷了。叶枫进入房间后，发现门后并非普通房间，而是一个小型室内广场，而广场另一头那里站着一个女人，浑身威压惊人。好强，这恐怕是我见过最强的人。叶枫没有退缩，平静点头致意，却让银发女子愈发意外。你好，第一次来吗？我叫秦雪瑶，看你的样子是刚觉醒不久的学生吧？这里的设备和学校不一样，操作不当很危险。见叶枫一脸懵懂，秦雪瑶便开始介绍室内设备。他看起来冷漠强大，居然会耐心给陌生人讲解，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啊？这里平时很少有人来，我常一个人包场，挺闷的，难得碰到活人，就当找个人说说话。叶枫点头致谢，径直走向基础力量测试桩，刚要动手，忽然看向准备离开的秦雪瑶。如果我不小心把仪器打坏了，需要赔偿吗？秦雪瑶满脸错愕，几秒后笑了笑。小弟弟，你放心用，这里的任何设备都不是你能打坏的，就算打坏了也不用赔，还送纪念品呢。说完，秦雪瑶潇洒离去。训练室只剩叶枫一人，他摆出标准姿势，拳头猛地击出。不行啊，在这个世界，这点力量什么都算不上。叶枫握住牛符咒，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他再次抬起手臂向前一推，狂暴的巨响在训练室炸开。警告，冲击力超过阈值，能量缓冲核心过载。最终，测试桩发出刺耳警报，过载死机。5吨上限，我竟然随意一拳就打爆了，这就是牛符咒的力量吗？太强了！随后，叶枫将目光投向旁边的黑色重型冲击靶上，用尽全身力气轰然砸出。片刻后，靶面上一个清晰的拳印赫然在目，周围还蔓延着细密裂纹。秦雪瑶说，整个乾云城能在这上面留永久痕迹的不超过10个，我竟然打裂了。99%的人都不敢挑战的重型冲击靶，竟被公认为废物的你一拳打爆。整个乾云城能在这上面留下痕迹的不超过10个，我竟然打裂了。叶枫看了眼时间，发现开始训练还不到30分钟，原本计划用1小时摸索适应，此刻已无必要。力量测试远超预期，可我的反应和技巧还是普通学生水平，必须尽快拿到其他符咒，那样才能毫无顾忌发挥力量。这时，一阵强烈的饥饿感袭来，叶枫便回到了大厅。是他，才半个小时就出来了，肯定是用不了里面的设备，达不到最低测试标准，觉得没面子才会溜溜跑出来的。你好，请问训练馆的餐厅在哪里？客人，您这么快就训练结束了啊？您确定不继续了吗？您的使用时间还有32分钟呢。不练了，有点饿。倒也不用找借口晚尊。S 级训练室的设备对使用者要求很高，您肯定会不适应，不必有什么挫败感。见女人一直喋喋不休，叶枫所剩无几的耐心被直接耗光。我再问一遍，餐厅在哪里？见叶枫极不耐烦，女人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餐厅在3楼，凭您的 S 级房卡，可以在那里享受一份免费的 A 级营养套餐。知道了，谢谢。挫败了承认不就好了？还死要面子活受罪，真是个干人。磐石训练馆的走廊里，年轻技术员正在向馆主魏松汇报工作。馆主 ，S1 训练室的 FA 型基础力量测试中上报了核心过载的离线警报，这不应该啊！那台上线5吨的基础测试桩吗？是的 ，S 级训练室的设备不可能直接离线，除非冲击力瞬间超过了处理上限。刚才谁在使用 S1？记录显示，秦雪瑶小姐半小时前结束训练之后，有一个未登记会员的临时计时客人进去过，刚刚才离开。去看看。两人很快来到 S1，技术员快步跑到测试桩前，只看一眼就倒吸一口冷气。馆主，您来看，能量缓冲核心烧了。这力量至少是5级以上的力量专精型职业者，而且必须是毫无保留的全力一击啊！难道是刚刚觉醒，或者刚突破，无法完美控制自己力量的新人？这个逻辑说得通。如果真是这样，全云城要出新星了，等会跟我一起查一下刚才那个临时客户的登记信息，记住不要惊动任何人。是。魏松准备离开，目光不经意扫过训练场另一端，只见那台号称永不磨损的重型冲击靶上竟出现了裂纹。这是秦小姐做的吗？不可能，这拳印是男性的，比他的大1圈。魏松沉默着，一步步走到布满裂纹的冲击靶前。这面墙的内部结构已经被摧毁了，再来一下就会碎成残渣。看来根本不是什么无法控制力量的新人，恐怕是哪个隐世的大人物啊！魏松心脏狂跳，转身大步朝大厅走去。馆主，你有什么吩咐？ S1号今天除了秦雪瑶小姐，还有没有其他人来过？当然有个穷学生，不知道从哪凑了800块，指明要进 S1。我跟他说那不是他该去的地方，他还爱答不理的，好像我瞧不起他。女人越说越起劲，满脸鄙夷，完全没发现魏松的脸色已从凝重变成震惊。他人呢？他去3楼的餐厅了。话音未落，魏松已像一阵风似的冲了过去。馆主怎么对一个穷学生这么上心？难道认识吗？3楼餐厅里，叶枫正在享用午餐，魏松急匆匆赶到，恭敬上前：“这位大人您好，冒昧打扰您用餐，我是这家训练馆的馆主魏松。馆主找我做什么？投诉我弄坏了东西吗？
可秦雪瑶不是说不用赔吗？叶枫心里有了底，平静的点了点头作为回应。果然是大人物，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不知我们训练馆的设施是否还能让您满意？还行，就是 SE 有个测试力量的机器不太结实。魏松嘴角抽了抽，笑容却愈发谦恭。是我们的疏忽，没想到设备如此不济，竟让前辈您感到扫兴。为表歉意，我代表磐石训练馆送您一份小小的礼物。说着，魏松郑重地取出一张卡片，这是我们磐石训练馆最高等级的贵宾卡，持有此卡，您可在全国任何一家磐石分馆无限制、无条件、永久免费使用所有设施。叶枫看着黑色卡片，又看了看态度诡异恭敬的魏松，陷入沉思。我只是来测试力量，怎么就成前辈了？还送这么贵重的卡，难道是我展现的力量让他产生误会，想主动结交？既然好处送上门，没有拒绝的理由，叶枫干脆点了点头。好。见叶枫伸出手接过，魏松长长松了口气。成了，成功和前辈搭上线了，不知晚辈是否有幸得知前辈的尊姓大名？叶枫。呵，叶前辈，晚辈记下了，日后若有任何吩咐，随时可以联系我。饭后，叶枫来到乾云城西城门，此处是通往城外狩猎区的主要出口。小子，迷路了吗？这里可不是观光区。我想出城去哀嚎石林。一个人啊？胆子不小，但我劝你趁早回家。哀嚎石林最近不太平，有血眼巨蜥踪迹，一口唾沫就能融了你的骨头。你这细皮嫩肉的，不过他塞牙缝。见叶枫丝毫没有退缩之意，王刀疤话锋一转：当然，你想去也不是没办法，找队伍搭顺风车就行，不过价钱可不便宜。多少钱？去石林外围，这个数200啊。200够买条车胎吗？是2000，还看你是学生的优惠价。我们出城要冒生命危险，油钱和车损哪样不要钱？2000，我全部身家只剩1000出头了，根本不够啊，太贵了。叶枫说完，转身准备离开，王刀疤急忙喊住他：等等，小兄弟，价钱好商量，1500吧，我保证把你安全送到石林外围。算了，我不搭车，只买个消息。对刚觉醒、没战斗经验的新人来说，狩猎哪种魔物赚钱最快，风险最低？可以买消息400块，别觉得贵啊，我给的可是经验、效率和安全。难道你觉得你的命不值吗？就在这时，一道女声突然响起：王刀疤，你又在这里骗刚出城的孩子了。闻言，王刀疤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谄媚又惊恐地看着叶枫身后。大姐头，您怎么来了？我就是看这位小兄弟第一次出城，跟他开个玩笑，活跃气氛。秦雪瑶，是你，训练馆的那个学生，你怎么会在这里？王刀疤在一旁听着，冷汗直流。怎么回事？这孩子竟然认识大姐头，这下正好撞在枪口上了。我需要钱，听说城外狩猎来钱最快，所以你就找上了他。王刀疤可这附近最出名的老油条，专坑新人，他的话你也信啊？闻言，王刀疤的头埋得更低了。大姐头，我错了。回去把所有车辆轮胎气压检查一遍，再清点武器库，今天之内做完，不然这个月奖金就没了。是，我马上去。王刀疤如蒙大赦，狼狈地跑向不远处的装甲运兵车。别理他，他就是把所有危险消息拼在一起吓唬你，好抬高价钱。谢谢。你想知道什么问我吧，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免费告诉你，最好是正经问题，别像今天早上那样了。我想知道，对新人来说，最合适的狩猎目标是什么？灰岩猪这种魔物攻击性不强，唯一的威胁是蛛网和毒素，它们数量庞大，主要盘踞在石林外围那些废弃的矿洞里。外围矿洞的具体位置在哪？秦雪瑶拿出手机操作几下，在地图上标记了几个红点。你可以先从这些小一些的矿洞开始，清理起来更容易，也更安全。谢谢你，秦小姐。不过你一个人真的没问题吗？城外可不是训练馆，死了就是真的死了。我知道，但我必须去。秦雪瑶最终放弃了劝说，她叹了口气，取出一个黑色金属块递过去。这是蜂鸟紧急联络器，一次性的，有效范围50公里。如果遇到你解决不了的危险，碾碎它，附近驻扎的一些守备军会赶来救援。这个应该很贵吧？送你的，就当是一个前辈对后辈的投资吧。我对你还挺感兴趣的，别死那么早，你好自为之。秦雪瑶说完，向巨大的装甲运兵车走去。你也要出城啊？有问题吗？你们去哪里？小弟弟，这可是任务机密，不能随便告诉别人。会经过刚才说的那片裂谷附近吗？听到这话，秦雪瑶饶有兴致地打量他。你问这个做什么？难不成？秦雪瑶的话没说完，叶枫就掏出手机，打开余额界面，1237块，我全部的钱。我想搭个顺风车到你说的那个裂谷边缘就行。秦雪瑶愣住了，几秒后笑出了声。你真是，我该说你天真，还是该说你精明？秦雪瑶向前走了一步，两人距离拉近。好吧，我不跟你绕圈子了，你到底是什么职业？锻造师。空气顿时安静，秦雪瑶满脸错愕。什么？锻造师，打造兵器和装备的生活类职业。话音落下，秦雪瑶的表情变得无比古怪，她长长的叹了口气，严肃道：藤贤，我必须明确的告诉你，生活类职业者没有任何野外生存能力，你现在立刻去锻造工坊，那才是你的战场，而不是城外。叶枫没有退，安静的听完他的话。我会对自己的性命负责，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但我还是要去。如果搭车这件事让你为难，或者钱不够，我就不强求了，我自己走过去。叶枫躬身道谢，准备转身离开。秦雪瑶忽然开口叫住他：
等等，上车，我把你送到裂谷边，之后是死是活你自己负责。不过我不想明天看新闻，标题是以无名学生命丧灰岩珠之口。谢谢。叶枫走向装甲车，在靠近门口的角落坐下，看到一个磨损严重的收款码。扫这个给钱吗？他看着叶枫，失笑出声。随你吧。叶枫扫完收款码，将身上所有的钱输入了进去。钱财是身外之物，没了可以再赚，而我即将获得的是真正踏入这个世界的第一块基石。不一会儿，车身开始平稳移动。叶枫在浏览器搜索框输入秦雪瑶3个字。从在 S 级训练室见到他，我就知道他绝对是钱云城金字塔尖的顶尖强者。现在必须搞清楚他的身份。搜索结果瞬间弹出，第一条是大夏官方媒体的加粗新闻标题：大夏最年轻的胜者秦雪瑶的传奇之路。胜者，这是突破7阶壁垒，踏入8阶领域的至强者尊称啊！原本以为欠的人情很快能还，现在看来很麻烦了。不久后，装甲车在嶙峋的灰色岩石地带停下。下车吧，小子，保重。叶枫点头回应，提着背包走下车，身后金属门立刻闭合。哀嚎石林，这名字果然贴切。叶枫最终选了个不大不小的洞口深入，发现洞顶悬挂着一个白色巨锏，这是魔物的捕食痕迹，看来教科书上的内容成真了。紧接着，他穿过一条狭窄通道，一只灰岩珠快速朝他射出丝线，危险！这一刻，他没有闪躲，右拳灌注全部力量，对着灰岩珠全力一拳轰出。战斗不过短短几秒便结束，赢了！我独自一人猎杀了一头魔物。叶枫强忍着恶心，翻找蛛丝腺体和毒囊，却一无所获。完了，什么都没了！一拳的力量太大，把所有有价值的都摧毁了。这堆东西根本卖不了钱。叶枫望向黑暗深处，细微的摩擦声再次传来，且不止一处。看来被刚才的动静吸引来的不止一只啊！这一次不能再一拳了事了。3头灰岩珠猛地冲出，叶枫不退反进，令其失去了行动能力，再将其击杀。成了，这次没有毁掉有价值的部位。叶枫小心翼翼剥离出毒囊和蛛丝腺体，丢进背包，继续向矿道深处走去。不到50米，黑暗中7头灰岩珠的幽绿复眼亮起，堵住去路。哈哈，这些魔物简直是堆积成山的钞票啊！这里就是宝库。时间流逝，叶枫沉浸在狩猎狂欢中，战利品越积越多，战斗技巧也愈发纯熟。可他继续往前走了上百米，却再没碰到一头灰岩珠。事出反常必有妖，低级魔物区域真空，说明附近有更高级的领主级捕食者。叶枫继续前进100米，只见洞窟中央趴伏着一头庞然大物。我天，这是领主级魔物吧？富贵险中求，冲啊！叶枫借助怪石掩护，向巨兽悄悄靠近。不料距离不足50米时，踩碎一块碎石。完了，被发现了！偷袭失败，那就强攻。叶枫催动全部牛符咒力量，右拳猛地推出。好，就在拳风爆发的刹那，巨兽瞬移离开，拳风擦过他的身体，轰在远端岩壁上，一击落空。这怪物速度太快了，有点棘手啊！巨兽被激怒，对准叶枫喷出无数墨绿色液球，覆盖所有区域。算了，躲不开就不躲了。叶枫一拳撞向身旁的石笋，石笋应声而断，砸得巨兽头晕眼花，向后踉跄几步。就是现在，他一拳挥向灰岩珠头顶，毁灭性力量从拳锋处爆发。下一秒，怪物尸身僵直倒地，战斗结束了。赢了！我独自一人杀了领主级魔物。叶枫正准备收割战利品，洞窟深处一个少年探出头，激动无比。他死了，大家快出来！那头怪物死了，我们得救了！大家快出来！那头怪物死了，我们得救了！10几个人影陆续从黑暗中走出，揭露出震惊又狂喜的神情。呜呜呜，我们得救了！都是刚觉醒的新人，注意力全在得救上，没有基于战利品的贪婪，暂时安全。牛符咒力量缓慢恢复，叶枫已恢复3/4成体力，足以应对突发状况，遂从阴影中走出。肯定是路过的前辈高人出手了，不然我们死定了。对，我们得找到前辈好好感谢。就在这时，一个女生突然转头，看到叶枫后立刻尖叫起来。哎！尖叫声后，10几双眼睛惊恐地盯着叶枫。人群中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叶枫。柳如烟拨开同学，快步走出，上下打量着他。真的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没受伤吧？紧绷的气氛瞬间瓦解，不少人双腿一软，瘫坐在地。没事，听说这里的灰岩珠值钱，过来赚点外快。那个，我不是说了吗？那笔钱你可以慢慢还，不着急的。啊，我是为了做下一个符咒，才不是为了还那笔钱。两人间的微妙气氛被旁人尽收眼底。2个其他学校的男生低声议论：他也是一中的嘛？柳如烟对他态度也太不一样了。谁说不是呢？之前对我们全城冰山，除了战术交流，一个多余字都没有。此刻，叶枫无视议论，看向众人：你们怎么会在这里？被堵在这儿了吗？哎，今天参加冲刺班的联合历练，和其他重点高中的尖子生一起，我们追着一头受伤的蜘蛛进了矿洞，没想到深处有领主级怪物，突围好几次都没用。我们本来都绝望了，没想到他突然就死了，肯定是路过的前辈高人解决的，我们一定要找到前辈感谢。听到这话，众人纷纷附和：是啊，救命之恩无以为报。高大男生搜寻一圈后，目光落回叶枫身上。这位同学，你刚才一直在这里吗？有没有看到哪位前辈出手？我们想当面感谢。洞窟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叶枫身上。没有什么前辈，这玩意是我杀的。话音落下，洞窟爆发出剧烈的笑声。哈哈哈，他说他杀的，哈哈，这逼装的也太离谱了。领主级魔物他一个人能杀，吹牛也不打草稿啊，这都敢来冒领功劳。讥讽嘲笑此起彼伏，柳如烟却没笑，眉头皱得更紧。他不是会开这种玩笑的人，但他怎么可能杀得掉领主级魔物？同学，
吹牛要有限度。这领主级慧眼珠，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拿下？说着，他转头看向柳如烟。如烟，你这位朋友看着铁面生，也是你们一中的吗？是的。可你们冲刺班的男生我基本都认识，怎么从没见过他？他不是冲刺班的。闻言，众人的嘲笑声更响了。连冲刺班都进不去，估计职业不怎么样。普通班学生还敢来这里，还说杀了领主级魔物，不知天高地厚。兄弟，跟大家说说你是什么职业，让我们开开眼，什么样的职业能单杀领主级魔物？话音落下，所有人注意力再次回到叶枫身上。锻造师，洞窟的嘈杂戛然而止，众人再次爆发出无法抑制的哄笑。锻造师，我没听错吧？一个生活职业跑来哀嚎石林，还说杀了领主，哈哈哈哈！他被吓傻了，在那胡言乱语啊！大家休息恢复体力，准备离开。这位同学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走，外面安全点。叶枫无视他，径直走向巨兽尸体，开始收割战利品。哦，这也太恶心了吧！这人简直是个疯子。叶枫毫不在意，掏出一个巨大墨绿色毒囊和蛛丝线体。我来帮你吧。不必，这东西很脏。反正身上已经很脏了，回去再洗就行。柳如烟蹲下准备搬动蛛丝线体，远处的学生都看呆了，又开始议论纷纷。他们太过分了，职业没有高低贵贱，城市建设和装备都离不开生活职业者。而且你分明说的是实话，是他们自己不信。你信这东西是我杀的吗？柳如烟一怔，张了张嘴，最终没能说出信字。哈哈，不信也没关系。叶枫继续收拾战利品，却发现廉价背包早已塞满。怎么了？东西太大，装不下。柳如烟低头看向手腕上的银色手环，面露犹豫。一个女生小跑过来拉住她。如烟，你不会想把空间手环借给他吧？这是你爸爸送的生日礼物，很贵的。那些东西又脏又臭，放进手环里根本洗不干净，会留一辈子味道。闻言，柳如烟小脸一白，随即毅然摘下银色手环，递到叶枫面前。3立方米应该够用了，不过还给我之前，你可以帮我把它洗干净吗？叶枫平静的表情终于松动，伸手接过手环。一定，多谢。叶枫意念一动，便将所有战利品丢入其中，洞窟再次陷入诡异的安静。好了，东西收拾完了，我们也该走了。我们找到了另一条出去的路，就在那边。10几分钟后，众人走出洞口，学生们重见天日，爆发出劫后余生的欢呼。我们接下来要去东边的临时营地休整，之后有专车接回城，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可以。得到答复，柳如烟露出笑容，队伍重新出发。狗符咒除了3样基础材料，还要幽灵猎犬。这种生物的魂晶颈头灵有极低概率产出，获取难度远高于牛符咒，赚钱速度必须加快啊！1小时后，众人抵达一片开阔谷地中的临时营地。说真的，这次能活下来全靠那位不知名的前辈，他至少是5阶，不可能是6阶强者。管他几阶，以后他就是我偶像。呵呵，其实强者之所以为强者，不仅在于力量，更在于谦逊诚实的心。真正的大人物不屑夸夸其谈，更不会冒领不属于自己的功劳，那种行为只会让人不齿。营地里瞬间安静，所有人目光下意识看向叶枫。不过是一群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小屁孩，跟他们计较实在没什么意思。就在这时，天空迅速暗沉，巨大压迫感降临。怎么回事？天气预报说今天是大晴天啊！都不要慌，这是石林特有的晨报，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已经联系城防守备军，他们很快就到。不久后，一辆装甲运兵车顶着风沙停在营地旁，7、8个全副武装的军人鱼贯而出。表哥，你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我还以为是哪个部长演的佣兵团遇上麻烦了。学校组织的历练出了点小意外。学生们见状更是议论纷纷。天啊，他的表哥竟然是城防守备军的，难怪他这么镇定，原来是有关系啊！听到这话，男生挺直胸膛，享受着崇拜目光。与此同时，守备军队长走到学生们身前，所有人立刻上车，我们护送你们回城。学生们欢呼着准备登车，雷刚却眉头微皱，看向战术终端上闪烁的红色光点。等等，你们当中有谁携带了大夏特批的蜂鸟紧急联络器吗？你们当中有谁携带了大夏特批的蜂鸟紧急联络器吗？众人面面相觑，紧急联络器是官方高级货，他们根本没有。就在这时，叶枫的声音从队尾响起：“我这里有一个，请问有什么问题吗？”所有人目光再次集中到叶枫身上，短暂寂静后，人群爆发出嗤笑声。又来了，他又开始了，他是不是有意想着蜂鸟联络器是路边摊玩具吗？无可救药。叶枫无视嘲讽，拿出黑色金属块，周围嘲笑声瞬间戛然而止。这是蜂鸟3型，这种型号极少配发，只授予为大夏做出卓越贡献或身份特殊的非军方人员。整个前云城拥有者不超过5个。全场死寂，学生们目瞪口呆，看向叶枫的眼神充满难以置信。同学，冒昧问一下，这个联络器你是从哪里得到的？一个前辈送的。听到这话，雷刚点点头，不再追问。不知同学怎么称呼？叶枫。叶枫同学，以你的潜力，未来不可限量。如果毕业后有兴趣为国效力，可以直接来城防守备军报道，我亲自为你引荐。这句话再次掀起轩然大波，学生们满眼嫉妒，终于明白小丑竟是自己。风暴平息后，装甲车疾驰回城。叶枫，我要回学校了。说实话，当初知道你觉醒的是锻造师时，我很担心你，怕你一蹶不振。你能调整好心态，真的很好。柳如烟说完，又鼓起勇气询问：“我们现在算是朋友吗？”当然算，不然呢？债主和欠债人嘛。
柳如烟一愣，随即笑出声。再见。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城门口，叶枫嘴角笑意收敛。朋友吗？也许不止吧。夜幕降临，叶枫径直走向百炼阁。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来出售材料。此刻，接待员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叶枫。不过是个穷学生，多半是捡了些低阶魔物边角料，被小摊贩拒收才来碰运气的。请问您需要出售的是什么类型的材料？我们可以为您安排相应的鉴定师。下一刻，叶枫面色平静地抛出炸弹。灰岩珠的毒囊和蛛丝腺体，有普通的，也有领主级的。听到这话，接待员的笑容骤然僵住。灰野珠、领主级，这弱不禁风的学生怕不是脑子有问题，要么就是来捣乱的吧？先生，领主级魔物的材料交易需要提前预约，并且出示相关的丽莎证明。女接待员收敛笑容，语气公事公办，意在劝退叶枫。我没有预约，也没有证明，你们这里不能直接鉴定吗？如果不能，我换一家。叶枫说完，做事就要转身离开。这一举动让女接待员措手不及，她最终还是顾虑百炼阁信誉，不敢贸然得罪。先生，请留步，当然可以鉴定，请您跟我来。鉴定室在这边，等鉴定结果出来，要是他消遣我，就叫保安把他请出去。女接待员在前方带路，叶枫紧随其后，来到一处鉴定室。先生，请进，鉴定师马上就到。叶枫走到中央的黑曜石工作台前，将手腕上的银色手环放在桌上。女接待员见到这一幕，心中掀起惊涛骇浪。红阶手环，这造型，这能量波动，品质至少价值100万。我之前竟然以为他是穷学生，这分明是低调的富家少爷啊！刚才差点得罪贵客。女接待员快步走回房间，满脸堆笑的走到叶枫身边。哎呀，先生，您看我这记性，都忘了给您倒杯水。我们这里有顶级咖啡豆，现磨的，您要不要尝尝？不用了。鉴定师什么时候到？应该马上就到了，我已经发了最高优先级的通知，您请稍等。话音刚落，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走进来，目光先落在工作台上的空间手环上，眼中闪过一抹了然。李老，您来了。这位先生要出售一批灰岩珠的材料，其中还有领主级的，麻烦您给鉴定一下。小友你好，老夫李兴德，是这里的首席鉴定师。灰岩珠这东西我熟得很，每天经手的没有1000也有800，拿出来看看吧。叶枫意念一动，数十个毒囊和蛛丝腺体被倒在工作台上，堆成小山。李老眼前一亮，快步上前端详起来。真是了不起，乡友，你这批材料的品质是我从业30年来见过的散户手里最好的。按照市场价，我百炼阁可以出到1万2。乡友，你觉得如何？1万2，远超预期啊！原来战斗职业赚钱这么快，可以。耶，那头领主级的呢？他的材料也保存得这么完整吗？可能比这些还要完整一点。叶枫拿起手环，意念一动，一头巨大的蜘蛛砸在地板上，领主级威压瞬间充斥房间。我的天，这是黑岩蛛王1阶领主，材料价值堪比2阶魔物，除了头颅被蒸发，整头魔物原封不动带回来了。李老绕着尸体走了一圈，眼神愈发心惊。先生，这头黑岩蛛王我们百炼阁全收了，除了您已经取出的毒囊和腺体，这些剩下的部分，我们愿意出价3万。那其余2样呢？那2样是他身上最精华的部分，所有材料加起来总价是16万7千。您看这个价格还满意吗？16万7千，扣除抽成到手15万多，足够买好几个符咒核心材料了。可以，合作愉快。片刻后，李老亲自结算，将款项转入叶枫账户。多谢。叶枫正准备离开，突然想起手环内部残留着魔物，停下了动作。请问你们这里提供空间装备的清洗服务吗？先生，我们百炼阁不提供空间装备内部清洗服务，不过城东的奇珍坊专门销售空间装备，有专业设备和技师，可提供最高规格清洗养护。价格呢？像您手环里这种污染程度，一次净化费用大概在6到7万之间。6到7万，那刚到手的钱就要花掉1半啊！乡友，如果你只是想清理脏东西，不必去奇珍坊来宰。大型猎人训练馆的配套装备维护室有小型能量净化装置，费用最多8、9千。那这价格太合适了，多谢李老指点。随后，叶枫踏入乾云城黑市，再次来到昨天的摊位前。小子，又是你？怎么，昨天买的垃圾用出毛病了吗？我可告诉你，钱货2斤，概不退换。不是为那事，老板，做笔大生意，有没有兴趣？什么大生意？这小子昨天还为几10块钱磨破嘴皮，今天就敢说大生意，怕不是在吹牛？黑曜石粉末、淬灵之水、符文刻印墨，按照我昨天要的分量，每样11份。听到这话，摊主脸上的警惕瞬间被贪婪取代。当然有，小兄弟，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你放心，我这儿的货绝对是整个黑市最正宗的。11份是吧？我给你算实在价。摊主伸出手指，1套8千，11套总共8万8。看在你是回头客的份上，我给你抹个零，8万5，怎么样？够意思吧？听到这话，叶枫冷笑一声：“老板，我们昨天才打过交道，我是来做生意的，不是来听笑话的。你这是把我当成大富养仔了，老板。”你这是把我当成大富养仔了？
小兄弟，你这话说的，我这可是正经货，不是昨天那种快报废的垃圾，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你不会不懂吧？我懂，所以我才来找你，因为我知道你这里不只有摆在明面上的正经货。叶枫往前一步，压低声线：“我要的11份，不需要全都是你口中的正经货，5份要你货架上的标准品，另外6份要次品。”听到这话，摊主一脸紧张：“我这里哪还有什么次品？老板，整个黑市贩卖基础锻造材料的摊位不止你一家，我之所以第一个来找你，是念着昨天那份香火情。你如果觉得我这笔生意小，或者觉得我好糊弄，我现在就走。”叶枫说完，做事就要走，摊主连忙拦住他：“哎，小兄弟，有话好商量，有话好商量吗？价格不满意，咱们可以再谈。”摊主咬了咬牙，伸出5根手指：“总共5万，这已经是底价了，再少我就要亏本了。3万？什么3万？你怎么不去抢？我进货都不止这个价。3万2。你这是存心找茬是吧？4万？3万3。叶枫一点点消磨着摊主的心理防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围观。我去，那小子谁啊？买那么多基础材料，地主家的傻儿子吗？这笔买卖要是成了，得有好几万吧？乖乖，顶得上我出城狩猎好几趟了。议论声中，摊主的心理防线终于开始崩溃，他既怕生意飞了，又怕被同行看笑话。3万8，最后一口价，你再还价，我就不卖了。叶枫看着摊主，沉默片刻，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将醒目的余额展示给摊主看，整整16万7千。我今天来就是要把这笔钱花出去的，3万5，你卖，我们现在交易；你不卖，我拿着钱去下一家。我相信总有人愿意做我这笔生意。摊主看了看周围同行，毫不掩饰的嫉妒和渴望，知道自己不能再坚持了。成交。好。叶枫拿出手机，摊主手忙脚乱地翻出自己的收款码。等着。摊主拖着一个沉重木箱子走了过来，货都在这里了，5套标准货，6套次品，你当面点清楚。叶枫确认数量后，便盖上了箱子。货没问题，多谢老板。好说好说，小兄弟以后要是有需要，随时再来，保证给你最优惠的价格。一定。叶枫抱起木箱准备离开，忽然感受到几道不善的目光。糟了，疏忽了！我一个学生带着贵重材料，抱着金元宝照耀过市没区别。叶枫拐进一条狭窄昏暗的巷子，身后的脚步声加快追了进来。小子，站住！3个男人围过来。几位想做什么？小兄弟，我们兄弟几个手头紧，想跟你借点钱花花，不想借钱也成，把箱子留下，我们就不为难你。箱子里的材料是未来的希望，绝不能交出去。看来这一战在所难免了。叶枫右手握住牛符咒，一股沉稳厚重的力量流入身体。小子，装聋作哑是吧？我最后说一次，把箱子留下，滚蛋！见叶枫始终沉默不语，刀疤脸手腕一抖，短刀直取叶枫腹部。这一刀快准狠，专攻脆弱部位。太慢了，和城外的灰岩猪相比，这攻击简直是儿戏。叶枫巧妙避开刀锋，同时左拳猛地攻向刀疤脸的手腕。啊！我的手折了！叶枫动作不停，又一拳轰向胸口，他快飞出去吞了一口血沫，便没了声息。真弱！剩下2人对视一眼，同时冲了上来。绝对力量面前，数量毫无意义。叶枫轰出2曲，顷刻便结束战斗。瘦高个最先反应过来，连滚带爬跪在地上磕头求饶，矮胖子也跟着跪下。远处的刀疤脸也投来哀求的目光。大呀，牙呀，我们错了，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求求您大人有大量，把我们当个屁饭了吧？我很好奇，就你们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是怎么好意思出来拦路抢钱的？刀疤脸忍着剧痛，强行撑起身子。要是有真本事，我们早就去城外猎杀魔物赚钱了，谁还愿意在这里担惊受怕的蹲人啊？闻言，叶枫哭笑不得。你们想谋财害命，现在被我打伤了，就想让我这么简单放过你们吗？3人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掏出身上所有钱，地上顿时堆起一小堆皱巴巴的纸币。就这么点啊？给我一个不杀你们的理由，我相信在这里，就算你们3个消失了，也掀不起多大风浪。闻言，刀疤脸惊恐无比，眼中迸发出求生的光芒。我们可以用情报换米，我们在黑市混了快10年，哪个摊主卖什么，成色如何，有没有特殊渠道，我们都一清二楚，能帮您找最便宜的卖家，省下钱和时间。听起来有点意思。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剩下11个符咒的主材料五花八门，让他们帮忙搜集，确实能省不少麻烦。是的，呀，我们绝对能帮上忙。您把我们当3条狗，脏活累活都交给我们。叶枫点点头，将写满材料名称的纸递到刀疤脸面前。我暂时需要这些，价格方面，我要你们保证是黑市能拿到的最低价。刀疤脸接过纸一看，脸色骤变，但立刻咬牙答应。没问题，爷爷您放心，我们就算把整个黑市翻过来，也一定给您办妥，价格绝对压到最低。空口白话，我信不过。我现在去办点事，1个小时后回来，希望能直接付钱拿到一份幽影猎犬的魂金。办得到，保证1个小时后让您见到货。记住，是最低价。叶枫离开巷子，直到他的身影消失，3人才敢大口喘气。老大，我们现在怎么办？保命啊！都动起来！1个小时办砸了，我们谁也别想活。3人朝黑市不同方向跑去。与此同时，叶枫推开了磐石训练馆的门。有事吗？我们这里是磐石训练馆，闲杂人等不要逗留，会影响尊贵的客人训练。我需要清洗我的空间手环。听到这话，猫耳娘的表情瞬间凝固，态度180度大转弯。原来是尊贵的客人需要清洗空间装备，真是不好意思，刚才没能认出您来。说价格。
好的，清洗服务分档次，基础魔力循环清洗5000元，高档次滋养款9000元起。1小时训练室，基础清洗就行。好的，合计10388元，可以吗？叶枫没有立即付钱，从口袋掏出一张卡片放在柜台上。用这个能有优惠吗？猫耳娘看向卡片，大脑宕机1秒，身体也开始剧烈颤抖。这是馆主大人的黑曜卡，贵客大人，您持有这张卡，一切消费全免。贵客大人，我这就带您过去。很快，两人来到一处公共训练室，请您把空间手环交给我，我立刻联系技术部最好的师傅，用最快速度、最精湛手法为您服务。叶枫解下朴实无华的金属手环，猫耳娘双手手心朝上承接，给贵客大人，请稍等，我去就回。猫耳娘离开后，叶枫走到墙角站立，不远处2个壮汉正在休息。今天真是晦气，中午来的时候，门口拉了警戒线，好几辆警备司的车堵着，害老子绕了一大圈才进来。你还不知道啊？出大事了，这里死人了！死人？寒食训练馆里死人？开什么玩笑？这里安保这么严，谁这么不开眼敢闹事？不是闹事，是刺杀。我听里面的哥们说的，是千面人干的，而且他还是金霄的人。金霄？那个疯子组织吗？除了他们还有谁？全蓝星联合通缉的极恶组织，犯下的案子桩桩骇人听闻。而千面人是金霄最神秘的一个，他能变成任何人混入任何地方，事后根本找不到踪迹。我去，他为什么来这里动手？杀的是谁？死的是个学生，前银一中的，据说还是冲刺班的尖子生。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在叶枫耳边响起：“叶说，那个千面人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叶枫身体瞬间紧绷，正准备动手，映入眼帘的却是陆清歌巧笑嫣然的脸。你在这里偷听？你不也是吗？叶枫一时语塞，他确实在听，无可否认。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听说咱们学校有学生死在这里，过来看看。我读过犯罪心理学的书，说很多凶手喜欢返回案发现场，说不定能发现可疑人物。没看出来。你还有做侦探的潜质。金霄虽行事乖张，但不是真疯子。死者家境普通，成绩优异，能有什么值得千面人出手的秘密呢？听到这话，叶枫心头微动。所以问题不在于死者是谁，而在于他为什么会死在这里。为什么呢？不知道呢，我目前也就想出这么多。呀，你的叶枫同学，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叶枫正思索如何回答，一个谄媚的声音插了进来：“贵客大人，久等了。”猫耳娘飞快跑来，脸上洋溢着邀功的笑容：“已经为您清洗好了，不仅清理干净所有污渍和能量残渣，还滋养了空间节点，保证比新买的还好用。”叶枫点点头表示满意，随即拿起手环递到陆清歌面前：“你不是和柳如烟关系好吗？这是他的东西，麻烦你帮我还给他，顺便告诉他，我已经给他清洗干净了。”陆清歌笑容凝固，下意识伸出手接住手环。叶枫没有给他思考时间，转身就走，再次来到那条巷道。爷，您回来了，卖家就在里面，价格已经谈好了。叶枫跟着他们，最终来到一家杂货铺的后门。李哥，人我带来了。行，东西在里面。瘸腿李领着几人进入一间密室，一颗拳头大小的黑色晶体躺在盒子里。爷，这是李哥压箱底的宝贝，整个黑市有现货的不超过3家，李哥这颗成色最好，能量最完整。价格呢？10万。见叶枫脸色一沉，刀疤脸急忙解释：爷，这绝对是最低价了。另外2家，一家要15万，一家13万，但能量易散严重。李哥是看在欠我人情的份上才给的实价。官方挂牌价25到30万，且有价无市，10万确实是成溢价。刀疤脸这1个小时没白忙活，转账。完成支付后，瘸腿李将丝绒盒子推向他，货是你的了。见状，刀疤脸3人长长舒了口气，浑身虚脱。李哥，我们就不打扰了。几人离开杂货铺，刀疤脸搓着手，一脸讨好。爷，您看我们办事还算利索吧？确实不错，比我想象的要好。明天晚上这个时间，这个地方，我希望能再找到至少1件，价钱要最低价。您放心，我们就算不睡觉也一定办妥，保证完成任务。这时，叶枫掏出之前3人凑的几千块买命钱，递到刀疤脸面前。爷，这我们不敢要，拿着，医药费，去处理一下伤口。明天我需要你们用最好的状态找东西。谢谢爷。3人接过钱，深深鞠了一躬。叶枫回到宿舍，将意识沉入脑海，目光锁定在其中一个图标上。狗符咒开始制作。半小时后，屋内被一阵奇诡绿色光芒笼罩，狗符咒静静躺在他的掌心。恭喜宿主成功制作狗符咒，拥有永生不死、永葆青春的力量。我的天，帝王将相，妖魔鬼怪都求而不得的永生，现在就在我手里，这种感觉太爽了。叶枫将符咒揣进兜里，心情大好，给父母转去1万块。片刻后，父亲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小枫，你哪来的这么多钱？你是不是在外面做什么坏事了？爸，你想到哪去了？是学校发的1等奖学金。奖学金1万块，你们学校这么大方吗？我们学校厉害吗？常有企业赞助比赛，奖金本来就高。那你自己留着花啊！你在外地上学用钱的地方多，给我们打什么？我怕手里钱多，想养成大手大脚的毛病，你们先帮我存着。听到这话，父母终于妥协了。那好吧，这钱我们先帮你收着，等你毕业买房娶媳妇再拿给你。好。挂掉电话，叶枫沉沉睡去，不料一道黑影突然撬开了门锁，
确认叶枫睡着后，一柄匕首猛地刺向他的心脏，又接连补了几刀。呵呵，总算死透了，任务完成。次日一早，叶枫费力睁开眼，发现一柄匕首插在自己胸口，好痛！我昨晚是被人暗杀了吗？是狗符咒的永生力量救了我。叶枫猛地拔出胸口匕首，致命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这就是不死的力量吗？但凶手还在暗处，他发现我没死，肯定还会再来，该怎么办？最终，叶枫决定报案，给钱云城警备司打去电话。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你好，我要报案，地址是前云第一高级中学男生宿舍3栋407室，这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请问受害人的情况是？受害人是我，昨晚我睡觉的时候，有人潜入我的宿舍，用匕首刺穿了我的心脏。电话那头陷入沉默，片刻后接线员语气带着浓浓的怀疑：这位同学，你是不是学习压力太大了？一个心脏被刺穿的人，不可能在第二天早上自己打电话报警，虚假报案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你知道吗？我没有开玩笑，我说的是事实，你们可以派人过来查看现场。如果你没有其他真实紧急的情况需要报告，我就要挂断了，请不要再打这种骚扰电话。话音落下，听筒里传来冰冷的忙音：怎么就不信我呢？看来警备司这条路走不通了。也好，无法依靠别人，就只能靠自己。叶枫来到西城门广场，很快看到王刀疤正在忽悠一个年轻人。哀嚎士林最近可不太平，血眼巨蜥都跑到外围来了。你这种新人进去就是送菜，2000块，我找个最可靠的队伍保你安稳进出，怎么样？去哀嚎石林外围自己走过去就行，大概1个多小时路程，路上很安全，没有魔物。王刀疤的声音戛然而止，转头看清叶枫后，震惊无比：林，你小子没死啊？你巴不得我死啊？你昨天真的去矿洞了吗？那些灰眼珠去了，遇到了，而且活着回来了。王刀疤倒吸一口凉气，瞬间换上热情笑脸，态度恭敬。哎呀，叶兄弟，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昨天大姐头对你另眼相看，我就觉得你肯定身怀绝技。你们老大人呢？叶兄弟，咱们老大身份尊贵，行踪不定，满世界执行最高级别任务，现在早就不在前云城了。我们这支小队只是他临时组织的。叶枫点头了然，他今天本来想归还蜂鸟紧急联络器，现在只好作罢。我想找个地方，要求地形简单开阔，不易被偷袭困住，但里面的魔物要厉害，产出的材料也更值钱。王刀疤眼睛一亮，搓着手露出笑容：有，当然有，看在交情上，这个价我把最好的地方告诉你。见状，叶枫直接掏出一叠厚厚的100元大钞，拍在他手上：爷，这1万块够不够？我需要长期可靠的情报渠道，以后有任何需求都会找你，只要情报有价值，钱不是问题。太够了，叶兄弟，你就是我的贵客，符合你要求的地方只有一个，风气戈壁。风气戈壁？对，西城门出去往西北走3个小时，那里的魔物是风蚀岩哦，没有痛觉，不知疲倦，防御力极高，一般冒险者小队都不愿意去。既然这么难对付，为什么推荐？因为之前风蚀岩偶胸口的风之息，那可是极品材料，活性高的能卖5万以上。叶枫默默计算收益，眉头微蹙。风气戈壁是你知道的收益最高的地方吗？我可以接受更危险的，我要最危险收益最大的地方。听到这话，王刀疤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叶兄弟，听我一句劝，城外冒险，久稳不求险，命只有一条，钱可以慢慢赚。王刀疤这番话带着几分真心实意，叶枫却轻轻摇头，毫无动摇。我不需要性价比，把安全这个选项从你的考量里剔除掉。地形开阔，魔物凶悍，材料值钱，只看这3点，把他们拉到极致是哪里？听到这话，王刀疤的笑容瞬间消失。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跟我说实话，你是要去那地方杀怪，还是想把仇家骗到那里去灭口？你就当我是在自杀好了。你收了我的钱，我需要的是情报，不是建议。王刀疤脸色变幻不定，掂了掂手里的钱，最终妥协。好吧，既然你非要知道，前云城外公认最凶险的地方只有一个，深渊之侯，那里面的东西跟风蚀岩偶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是什么？猩红莲魔，体型和猎豹差不多，最可怕的是前肢锋利无比，削铁如泥，他们速度快的离谱，最喜欢全体出动，一旦被盯上就跑不掉了。价值呢？一对品相完好的古莲，黑是一口价100万信用币，遇到急需的锻造大师，价格能翻倍。100万，这才是我要的效率啊！就这个地方了。你真要去啊，兄弟，我没跟你开玩笑，那地方真会死人。我们上次去，一个照面就倒了2个兄弟，连尸体都没抢回来。多谢提醒。这附近有去那个方向的便车吗？6、7个小时路程，走过去太浪费时间。王刀疤见状不再劝说，报给叶枫一个地址：西广场边缘，找一辆重型卡车，司机叫老张，直接上车就行。多谢。还有一件事，你今天见过我的事，如果有人打听，你知道该怎么说。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这拉生意，没见过什么特别的人。很好。另外，从现在开始，若有人打听前云一中的学生或我的行踪，一旦发现，立刻联系我，我会另外付钱。昨晚的刺客身份成谜，不确定会不会调查确认我的死亡。他就是这鱼龙混杂之地的最佳引线。王刀疤一愣，随即明白叶枫惹上了大麻烦，识时务的换了称呼。明白了，叶老板，您放心，我王刀疤的眼睛在这西城门，比监控还好使。好，叶枫不再多言，大步离去。不久后，深渊之侯内，2道身影伏在巨大黑岩后。他开始进食了，这是最好的机会。等会儿我从左侧吸引他注意，你从右后方前行过去，用你的碎星一击毙命。记住，机会只有一次。若他进入狂暴状态，我们只能撤退。明白，老师。我晋升4阶后还没拿得出手的战绩，这头猩红莲魔正好给我当垫脚石。听到这话，年长者神色一冷，收起你的傲慢。
在深渊之后，任何大意都会让你变成他找下的尸体。就在这时，年长者瞳孔骤缩，拉住年轻人：“先别动。”年轻人顺着目光望去，只见裂谷边缘不知何时出现一个身影，像是刚从学校跑出来的学生。这人是谁？迷路了吗？要不要提醒他一下，让他快点离开？怎么提醒？冲上去大喊吗？你一动，下面的联魔就会发现我们。别管他了，希望他看看就走。事与愿违，悬崖边的年轻人张望片刻后，向前踏出一步，直直跳了下去，无任何缓冲装置。疯子！下方传来尖锐咆哮，进食的猩红联魔瞬间被惊动。完了，我们今天的埋伏彻底泡汤了。这个不知死活的柏智，自己想死还连累别人。不料片刻后，两个猎人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叶枫摇摇晃晃站起，竟无大碍。怎么可能？猩红联魔嘶吼一声，四肢发力直扑叶枫。面对致命冲锋，叶枫站在原地不闪不避。这是被吓傻了，没见过世面的学生，连躲避本能都没了。医院入肉声清晰传来，两人不忍蹙眉。不料片刻后，本该死去的人，伤口正以违背常理的速度飞快愈合，与此同时，还给予了猛烈反击。我的天，老师，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真的吗？这种恢复速度，他恐怕不是学生，是伪装成年轻人的老怪物。他为什么来深渊之后？难道这里要一边吗？年长者心头一紧，准备撤离。远处猩红联魔已没了动静，叶枫缓步走过去，看着节奏满意点头。狗符咒太好用了，有了不死之身，根本不用考虑防御规避，能用致命伤口换完美攻击机会。就在这时，裂谷中走出3头成年猩红联魔，从3个方向悄无声息围住叶枫。3头，他们是协同行动的。麻烦了，猩红联魔单独是掠食者，复数结伴就是狩猎小队。他很强，但那是1对1，现在是3头，他们不会给你从容换伤的机会。下一刻，3头猩红联魔同时发动攻击，猛地朝叶枫冲去。来得正好，省得我到处找了。叶枫主动迎了上去，牛符咒力量灌注双拳，疯狂轰出，只消片刻，战斗便已结束。啧，7柄完好1柄微损的骨莲，还真有点装不下。早知道就把柳如烟的空间手环多留1天了。与此同时，乾云城一中顶层会议室，学政司的赵老师拿起冲刺班学生名册翻阅，不时停下点评。奇怪，我怎么没看到叶枫的名字？老师们面面相觑，满脸茫然，唯有王振国心脏猛地一紧。振国，什么情况？我们班里有这个人吗？校长，赵老师，冲刺班确实没有叫叶枫的学生。不可能，我昨天在3号补给点亲眼见到他。城防守备军的雷队长对他非常客气，要知道，寻常觉醒者根本入不了他的眼。会议室死一般寂静，所有目光聚焦在王振国身上。赵老师，您是不是记错了？我再三确认过，冲刺班连同候补名单都没有叫叶枫的，我可以拿职位担保。见状，校长连忙出来打圆场。赵老师，王老师工作一向认真，会不会是那个学生撒谎，借我们一中的名头行事？或许真的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吧。此时深渊之后，一对猎人师徒正震惊地看着下方的叶枫。老师，他一个人不到1分钟就解决了3头联魔，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在深渊混了20年，从没见过这种打法，不靠技巧策略，纯靠肉体力量碾压，根本不像人。我们还下去接触吗？他会不会把我们也拆了？下去，这种人一辈子碰不到1次。他现在心情不错，我们保持距离不表敌意，只是打个招呼。片刻后，叶枫看见2个身影缓缓走出，高高举起双手，示意并无恶意。这位大人，在下鹤川，这是我的学生季阳，有幸目睹您的战斗，斗胆出来拜见，能以纯粹肉体力量达到如此境界，实在令人敬佩。此刻，季阳也用力点头，满眼崇拜地看着叶枫。阁下，您似缺少空间储物设备，这手环有10个立方，装下这些战利品绰绰有余，是我们师徒的一点心意，望您不要嫌弃。说吧，你们想要什么？我的耐心有限。阁下实力深不可测，我们不敢有非分之想，只求能远远跟在您身后，见识真正强者如何在险地狩猎。原来把我当成影视高人了，可惜我的打法全靠符咒，他们学不来。不过白送的手环不要白要，让他们跟着当背景板也无妨。可以。叶枫心念一动，地上的骨莲便被收进手环，顿感轻松。这东西我收下了，你们想跟就跟着吧。多谢阁下成全，走吧。不料叶枫话音刚落，鹤川与季阳已瞬间消失。几乎同时，叶枫头顶光线暗淡，巨大阴影将他完全吞没。裂谷另一端，季阳和鹤川拼尽全力狂奔。老师，那是什么东西？腐训母体，它不该出现在深渊之侯外围啊。狩猎场在地下3层，那他死定了吧？希望他多撑一会儿，这东西进食要时间，我们跑出他的感知范围才有活路，至少需要30秒。30秒，他能撑那么久吗？30秒，我估计他连10秒都。话音未落，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从身后炸开，那头腐训母体从出现到被撕碎，不足3秒。老师，我们回去吧，他3秒就解决了那东西，这是真正的机缘。我们之前不就是想跟着他见识强大吗？闭嘴，你还没明白吗？我们和他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我们刚才为什么能活下来？因为离得够远，他攻击腐训母体的余波就差点把我们震死，这叫机缘吗？季阳沉默片刻，最终还是妥协。我明白了，老师，我们走吧。
吧。回到乾云城，今天看到的一切一个字都不要说，就当是一场噩梦。两人朝着叶枫的方向深深鞠躬，随后用最快速度向出口狂奔，头也不回。不是说好了要跟着吗？怎么突然跑了？还特地鞠了个躬。叶枫低头看了看手环，最终轻笑一声：“算了，与我无关。手环到手才是实打实的好处。”裂谷深处，叶枫2小时内推进数公里，空间手环已被各种珍贵魔物材料塞满。这地方真是个宝库啊！就在这时，叶枫发现岩层下有个黑漆漆洞口。这地方怎么会有人工通道？是猎人避难所，还是遗迹入口？叶枫侧身钻进洞口，走了约莫100米，一阵怪异的笑声突兀响起。叶枫瞬间轰出右拳，巨响在封闭通道内炸开，拳封锁过之处却空无一物。与此同时，诡异笑声再次突然响起。有意思吗？躲在暗处发这种声音，很好玩吗？叶枫耐心耗尽，对着最阴冷的黑暗区域暴喝出声：“给我出来！”叶枫毫无保留一拳轰出，烟尘散去，一道身影悬浮半空。终于肯出来了。惨白男人忽然消失，下一秒，双手已贴在叶枫胸膛。不好，力量在流失，意识也开始模糊。狗符咒不死特性疯狂运转，这是叶枫获得符咒以来首次感受到清晰威胁。滚开！叶枫左拳燃起狂暴力量，试图将对方轰退，可拳头竟直接穿过惨白手臂，重重轰击在自己胸膛上。有趣，你的生命力很庞大，像一片海洋一样，吸不干。惨白男人的身影缓缓凝视，显然对叶枫的体质产生浓厚兴趣。终于实体化了，敢送上门来，就是你的死期。叶枫快速伸出左手，猛地抓住对方的手腕。抓到你了！此刻，惨白男人神情巨变，想要虚化脱离，却已来不及。轮到我了！叶枫右拳蓄满全部力量，狠狠轰向惨白男人胸膛，让他轰然爆开。刚才太凶险了，幸好抓住了他实体化的机会，不然真会被活活吸干。此刻，惨白碎片仍未失去活性，在地面重新聚合。这种打不死的特性很像狗符咒，绝不能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叶枫再次砸下，却被一股巨力拦住。这次出现的是个身材魁梧的壮汉。刚一个惨白的，又来个漆黑的，哥这 cosplay 黑白无常呢。叶枫定睛一看，只见黑汉身后延伸出纤细的丝线，没入黑暗深处。躲在后面拉线的那个，出来聊聊。一直派这种不经打的玩具出来，你不觉得无聊吗？话语石沉大海，回应他的是黑汉骤然爆发的恐怖力量。沟通无效，只能动真格了。两个纯粹力量的个体狠狠撞击在一起，黑汉的皮肤一寸寸崩裂，无数晶体碎片四散飞溅。操纵者还在，傀儡就源源不断，不能放松警惕啊！下一刻，通道里所有死者都诡异的站起，齐刷刷将目光聚焦在叶枫身上。有完没完？要打就打，别在那里装神弄鬼。所有尸体整齐后退一步，在叶枫面前让出一条道路，通向更深处的黑暗。这是在邀请我吗？这是在邀请我吗？操纵者这么自信，能吃定我，有意思。叶枫毫不犹豫迈步前行，行走300步后，洞穴中央有一处圆形石台。我都走到这里了，还要藏头露尾吗？话音落下，一人出现在舞台中央，散发着掌控一切的从容优雅。欢迎来到我的舞台，我是金宵，惜命师。金宵，昨晚对我动手的也是你们的人吗？不，如果我昨晚就发现你这样有趣的素材，你现在应该也站在我身边，成为我最完美的收藏品之一了。惜命师神情困惑，不似作为。叶枫眉头一皱，看来昨晚的刺客另有其人，事情更复杂了。算了，我们之间终究还是要用拳头来解决问题，对吧？别急，年轻人，不要总想着打打杀杀，那是野蛮人的行径。我们可以用更优雅的方式解决分歧。说着，他抬起右手，凝聚出一把手枪。今天我们不打架，来玩个游戏。这把枪里有6个空弹仓，我会随机放1颗子弹，我们对准自己的头扣动扳机，谁先倒下谁就输，怎么样？俄罗斯轮盘赌吗？这个世界居然有人玩这个？这把枪叫中木，只放1颗时，你或许能活。若第1轮未结束，我就加第2颗，即死概率升至20%，依次递增直到填满6颗。说着，惜命师将黄色子弹按进弹仓。现在选择权在你手上，我尊贵的闯入者，烈，愿意接受这场命运的挑战吗？叶枫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甚至有几分想象。好啊，听起来挺有意思的。我玩即死听起来厉害，可我有狗符咒的不死之力，不管这枪的即死概念多绝对，对我都无效。听到这话，惜命师递枪的动作僵住了，他完全没料到叶枫会如此平静迅速的接受。既然你如此爽快，作为主办方，我理应展现风度。游戏第1枪由我开启，为你展示何为命运的选择。惜命师没有迟疑，将冰冷的枪口抵在自己的太阳穴上。现在欣赏第1幕吧。说着，他猛地扣下扳机，清脆的空响在寂静洞穴中回荡。是空舱，子弹未被激发。看来命运女神不想让我早退场，真可惜，还想让你看看中末绽放的光彩。惜命师手腕一转，将枪柄朝向叶枫递了过去。现在轮到你了，尊贵的客人，请开始你的表演。叶枫接过沉甸甸的左轮手枪，右手拇指熟练一拨，弹潮应声弹出。等等，客人，这不符合规矩。游戏的乐趣在于未知，你打开弹潮是想作弊，这是对命运的亵渎，也是对我的不尊重。不，你误会了，
我不是要看子弹位置。叶枫抬起头，直视细命师。我只是想问问，我能再加子弹吗？听到这话，细命师爆发出阵阵笑声。疯子，你真是彻头彻尾的疯子！我收回刚才的话，你不是璞玉，不是素材，你本身就是完美的艺术品，尚未完成却已惊世骇俗的杰作。细命师一抬手，第2颗黄色子弹凭空出现。当然可以，我最欣赏你这样的赌徒，这是你的筹码。不是1颗，我要加满。听到这话，细命师浑身一震，似是听到了最不可思议的事。好啊，那就如你所愿。细命师伸出双手，4颗黄色子弹悬浮在半空。叶枫一言不发，将5颗子弹逐一按进弹仓，枪口对准自己右侧太阳穴。等等，你知道填满枪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下一发必是实弹，没有任何侥幸，你必死无疑。细命师向前踏出一步，急切无比。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把子弹退出来，重新开始。1颗子弹1/5生机，这才是游戏的乐趣。你这人怎么这么磨叽？规则是你定的，游戏是你选的，现在想反悔的也是你，赶紧的，我赶时间。细命师无话可说，缓缓后退几步。叶枫不再浪费时间，食指扣动扳机，子弹贯穿叶枫头颅，他的身体直向后倒去，重重砸在石台上。就这样结束了吗？原来只是个头脑不正常的自毁者，真是无趣的落幕。细命师正准备回收作品，可一只手先一步捡起了地上的枪。你怎么还活着？这不可能！石台上本应死透的叶枫竟然动，几个呼吸间，伤口完全消失。枪不错啊，后坐力挺大，差点没拿稳。叶枫咔嗒合上弹槽，抬起头看向呆滞的细命师。别愣着了，我都打完了，现在该你了。数秒死寂后，细命师发出绝地的癫狂大笑。他果然没看错你，你是我见证过最伟大的作品。细命师从叶枫手中接过中目，手指轻柔地抚摸着枪身。规则、命运、公平都是给凡人看的无聊戏码，真正的艺术是打破常规，剧本可以撕毁，演员可以即兴发挥，这才是戏剧的真谛。细命师情绪激动到顶点，看向叶枫。谢谢你，我的缪斯，你带给我至高灵感。为了回报，我将为你献上此生最完美的谢幕演出。细命师话音落下，以虔诚的姿态将子弹塞进去，抵在眉心。旧的舞台容不下新的剧目，旧的演员必须为新主角让位。那么，我最完美的观众，请欣赏最后一幕吧。剧名系命师之死。枪声过后，尸身向后踉跄一步，随即解体，彻底消失。总算是解决了。这个细命师真是个疯子，耽误不少功夫，现在都不知道几点了。叶枫正准备离开，目光扫过周围密密麻麻的魔物尸体，突然激动起来。这些都是现成的战利品啊，还有不少高阶魔物，拖去卖掉简直赚大发了。叶枫立刻动手，却发现手环空间早已塞满，装不下更多东西。难道要分批次搬运吗？这也太浪费时间了。就在他万分苦恼时，视线落在一具人类尸体上。能深入深渊之喉的猎人身上说不定有空间装备。叶枫快步走到尸体旁，果然发现一个约5立方米的独立空间。这下发了。半个小时后，叶枫找到10个完好的空间装备，总容量达100多立方米，将所有魔物材料统统装下。总算搞定了。叶枫抓紧时间回城，再度来到百炼阁。先生，您这次带来的还是灰岩珠的材料吗？不是蜘蛛了。说着，叶枫将10个空间装备一一解下，开始报菜名：暗影猎豹的爪刃和核心37份，石角蛮牛的犄角和核心22份，腐爪蜥的完整毒线56份，另外还有新鲜的猩红莲魔和腐训母体材料，数量记不清了。听到这一长串名字，接待员震惊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嗨，回神了！我说的这些，你们收不收？非常抱歉，这些材料超出我的处理权限，我需要立刻联系主管来鉴定估价。能不能快点？我时间不多。很快，马上。5、6分钟后，鉴定室门被推开，百炼阁管事温博带着2名老者走进来。这位小哥，恕我直言，魔物材料收购品质为先，数量再多，品相不好也卖不上价啊！叶枫面无表情，拿起一个手环开始倾倒，数十枚黑色利爪和能量核心滚落，鉴定室内空气瞬间凝固，能量活性超过95%，可他至少死了1个星期以上，这不可能啊！小兄弟，你是怎么做到的？叶枫不回答，接连倾倒其他东西。我的天，这碧莲是被巨力震碎的，何等惊人的破坏力！2位鉴定师立刻开始清点，扣除战损折价，总价2360万。可以现在结账吗？当然可以，叶先生，我立刻去给您办理紫金贵宾卡，以后所有消费8折，还享有优先收购权和新品预定权。这次抹掉零头，算您2400万，如何？可以。1分钟后，2400万已存入。叶枫走出百炼阁，来到虚空工房，将10个空间装备全部放在台上。你什么意思？把这里当废品回收站啊？我要把这些东西整合成一个。闻言，周宇皱紧眉头，一副看见疯子的模样。你是在开玩笑吗？还是不懂空间装备原理？这10件至少5种阵法体系，强行整合，最好的结果是阵法崩溃，最坏是空间坍塌，甚至会毁了这条街。能做吗？多少钱？说着，叶枫拿出紫金卡放在台上。前期推演就至少50万了，总费用800万都下不来。你有钱吗？钱不是问题，
风险我承担，给你5分钟考虑，不行我找下一家。听到这话，周宇拿起卡片，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我们这有验资终端，看看你这卡有什么乾坤。周宇将卡插入终端，看见余额后，他脸上的讥讽瞬间消失，换成了无比谄媚的笑容。先生，恕我有眼不识泰山，您的要求是天才构想啊，费用800万，保证给您1枚100立方米以上的空间装备。我只有不到15分钟时间，足够，绝对足够。10分钟后，叶枫食指上多了一枚银色戒指，准时抵达熟悉的巷口。爷，您来了，您要的双头魁的逆鳞、明金鸡的关羽，还有明梦阳的脑核，我们都找到卖家了。很好，得到肯定，三人笑容更甚。刀疤脸搓着手，忐忑的补充：不过这3样东西前云城不产出，卖家都是从外地弄来的，所以价格上可能……我知道，钱不是问题，只要比正规材料店挂牌价便宜就行。那肯定便宜，3样总共600万，比官方店整整便宜300万呢。爷，您看是您亲自过去，还是你们去办，把东西拿回来？好，您放心，我们马上就去。就算是巧，也把东西给您抢回来。三人离开后，叶枫忽然听到一阵熟悉的争吵声。老板，你不讲道理，半小时前还说这卷轴最低1万，现在怎么就15000了？小姑娘，半小时前是半小时前的价，我的东西我想卖多少卖多少，你们不买，有的是人买。你这是坐地起价。亲哥，算了，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这卷轴来路不明，说不定是假的。可如果是真的，对你几天后的考核有很大帮助啊。听到这话，摊主更是有了底气。小姑娘，我这是城外遗迹淘出来的宝贝，15000已经是跳楼价了，错过就没了。就在这时，叶枫走到摊位前，你们要买这个？叶枫同学，哪来的小子，一边去，别耽误我做生意。老板，你这东西别家最多卖8000，开价15000，是把这2位当肥羊仔啊？小子，你懂不懂规矩？黑市买卖愿打愿挨，少在这血口喷人，砸我饭碗。我只是陈述事实，或者你想让我带他们去西区问问，那里7000说不定就能拿下。这小子看着眼熟，难道是最近黑市流传的那个出手阔绰的神秘买家？这种人可惹不起。想到这，摊主连忙换上笑容：小兄弟，话不能这么说，做生意价格可以谈，算咱们交个朋友，1万，就刚才的价，你们拿走。周围看热闹的人发出哄笑，陆清哥和柳如烟都看呆了。好，1万，我们买了。柳如烟迅速转账，拿到卷轴后，三人快步走到角落。气死我了！看我们是学生就欺负人，要不是你来了，我们今天非得被他当猴耍。好了，东西买到就好。叶枫同学，今天真的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们可能就要花15000买下来了。对啊，没想到你还懂这些门道。谈不上懂，只是以前在论坛看过相关帖子。对了，我现在手头宽裕了，欠你们的钱，我现在转给你们。不用了，你刚帮我们还价省了5000，刚好抵消，我们2清了。没错，我们是同学，这点小钱提来提去多生分。不过你们也是冲刺班学生，为什么还要来黑市买这种东西？叶枫同学，你今天没去上课吗？今天上午班主任临时通知，10天后的第1次月考，如果有人表现特别优异，就能获得特招名额，不用参加大考，直接提前录取。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冲刺班学生都快疯了，我们才来黑市碰运气。听到这话，叶枫若有所思。特招名额吗？叶枫同学，你准备的怎么样了？我没问题的，放心吧。陆清哥突然嘿嘿一笑，在柳如烟身上里摸索片刻，掏出一张纸条。接着，这是如烟专门为你准备的秘密武器，帮你详细分析了冲刺班学生的实战习惯分析。他早就准备好了，一直不好意思给你。陆清哥，你别乱说了。我没乱说。叶枫，自从上次黑市见过你，如烟就天天念叨你呢。柳如烟连忙捂住陆清哥的嘴，脸红得快要滴血。不好意思，你别听他胡说，我们还有事，先走了。两人慌慌忙忙的离开，叶枫捏着纸条，失笑出声：如烟，谢谢了。没过多久，刀疤脸三人满脸兴奋的跑到叶枫面前。爷，办妥了，东西全在这儿。不错，爷，我们又给您砍了不少，总共540万，省了60万，辛苦了。剩下的钱你们3个分了，当跑路费。听到这话，刀疤脸狂喜无比。爷，以后我们给您当牛做马，绝无二话。对，绝无二话。清单上剩下的东西有下落了吗？有2样有下落了，地煞虎的虎煞星和赤铜地龙的龙晶，不过都不在乾运城，在安和县。听到这个名字，叶枫全身血液刹那停滞。安和县是我的家乡啊，父母还在那里。继续说。虎煞星是个菜鸟小队出售的，急着分赃，10万块以内能拿下。龙晶不在市场流通，是安和县官方1年1度新人挑战赛的最终奖品。比赛奖品？对，专门面向20岁以下年轻能力者。县里想通过比赛选拔好苗子招揽，龙晶是今年最大噱头，冠军就能拿到。看来回一趟家是必须的了。很好，我明天亲自去安和县，你们继续搜索其他材料下落。是。当晚，叶枫制作了蛇姬羊3种符咒，次日便回到安和县，来到猎人公会。我要买东西，地煞虎的虎煞星。闻言。
言，中年男人上下审视叶枫，眼神充满怀疑。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不是你这样的穷学生能买得起的。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不是你这样的穷学生能买得起的。你别管那么多，开价就行。一口价10万。下一刻，支付瞬间完成。听到这声音，男人的态度立刻180度转变，谄媚地捧出一个盒子。尊敬的客人，这是您要的东西，请收好。交易完成后，叶枫揣着东西，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爸妈，我回来了。学校里的事都还顺利吧？你这次回来是学校放假了吗？没放假，我是特意跟老师请假回来的。请假干什么？多耽误学习。有什么事比考个好大学还重要？我听说安和县过几天要举办新人挑战赛，专门给今年刚觉醒职业的高中生准备的。一个县里的小比赛，值得你专门从钱云城跑回来吗？这个比赛本身不大，但很多顶尖院校看重实战经验，要是能在挑战赛拿好名次，就能得到官方认证。叶大海和苏兰听得一愣一愣，满脸欣慰。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就说我儿子有出息，脑子活，这叫高瞻远瞩。儿子，我们今天听老赵说，李峰也要回来，他在天中是年级第一，你跟他比会不会压力太大？对，他家有钱，从小用高级营养剂，请名师私教，不好对付啊。听到这话，叶枫语气平静而坚定。爸妈，职业者的世界最终看的是拳头硬不硬，不是家底厚不厚。我有不要命的毅力，擂台上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叶大海愣了片刻，爆发出大笑，重重拍着叶枫的肩膀。好，说得好，不愧是我叶大海的儿子，有这股劲，怕他个鸟。来，儿子，爸敬你一杯。次日天刚蒙蒙亮，安和县体育馆人声鼎沸。各位来宾上午好，今天我们荣幸邀请到一位重量级嘉宾莅临指导，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秦雪瑶。体育馆瞬间沸腾，所有人都望向评委席。天哪，秦雪瑶啊，活着的传奇！是呀，这种大人物能来这小比赛，真是天大的面子。哪个孩子被他点评一句，全图就不可限量了。现在我宣布，安和县第35届新人职业者挑战赛正式开始。主持人话音落下，擂台后方电子屏幕亮起。第1轮，30位选手随机传送到黑风山脉不同位置，取走魔物魂晶最多者获胜。现在，让我们聚焦第1位挑战者。这位是张浩，觉醒 C 级爆裂拳手职业，以刚猛正面战力著称。几只巡逻黑风狼发现了他，嚎叫着扑上来，张浩却不退反进，双拳燃起熊熊烈焰。爆裂拳，张浩一拳轰中黑风狼的头部，场馆内响起一片惊呼。漂亮！张浩选手以雷霆之势解决外围巡逻队，真是酣畅淋漓的战斗。不料乐极生悲，剩余黑风狼被激怒后，将张浩团团围住，数量超30只，其中还有一头体型硕大的黑色头狼被堵住了。张浩选手被狼王堵在洞口，他能突围吗？他有传送手环，完全可以放弃。所有人都以为张浩会弃权，他却再次摆出战斗架势。天哪，他没有放弃，要以一人之力挑战整个狼群吗？现场哗然，战斗瞬间爆发。张浩主动冲进狼群，爆裂火拳。张浩双拳火焰愈发吃力，但敌人数量太多，一只倒下立刻有2-3只补上。不到半个小时，他竟活生生被撕碎了。太吓人了，这不是比赛吗？怎么会真的死人？各位观众，张浩选手已确认牺牲，我知道大家难以接受。张浩选手虽然英勇，但也为冲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此刻评委席上，众人脸色无比凝重。勇气可嘉，却愚蠢至极。真正的强者懂得敬畏生命于取舍。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下一位选手的表现。一位位选手登场又落幕，死亡人数升至5人，场馆气氛从狂热变得压抑沉重。第1轮比赛已过大半，接下来我们听听秦胜者对目前选手表现的看法。这场挑战赛的意义不是评选天才，而是上一堂名叫敬畏生命的课。只有学会敬畏，才能走得更远。这次被淘汰的选手也不用气馁，想秦失败远因比好名次更有价值。场馆短暂寂静后，爆发出热烈掌声。感谢秦胜者的金玉良言。接下来登场的这位选手，堪称本次大赛最受瞩目。他就是来自钱云天中的 A 级天才李峰。此话一出，观众席瞬间炸开锅。我的天 ，A 级职业者，咱们这小比赛居然有这种大神！此刻，李峰径直朝黑风山脉中心前进，3只巡逻黑风狼从不同方向扑来。雷网2秒内，黑风狼化为焦炭，冒着青烟落地。这就是 A 级职业的差距吗？太离谱了吧！小峰要怎么跟这样的怪物竞争啊？不错，基础扎实，技能释放果断，自信十足，这才是战斗职业者该有的样子。与此同时，森林边缘地带，叶枫从阴影中走出，感知到戒指里堆积成山的魔物魂晶，忍不住笑了出来。蛇符咒还是好用，完美的隐匿了身形，在核心区收走大部分魂晶，等拿到奖励的龙符咒原材料，目标就更近了。就在这时，他的脚步蓦地停住，不对劲，这里太安静了，外围本该有黑风狼活动，怎么连虫鸣鸟叫都没有？随后，一道刺眼刀光毫无征兆从天而降，直指叶枫站立处。喂，周凯，你看到了吗？刚才那个家伙是凭空出现在森林边缘的，如果不是我一直盯着，真要让他溜了。不料小丑却皱起了眉头，他还没死。对。风沙散后，叶枫静静站立，与高坡上的2人对视。
事？有趣，太有趣了 ，Joker， 他归我了，你不许插手，我要亲手把它拆开来看看。阿萨托斯步步逼近，你刚才真的很棒，力量很大，速度也很快，而且还不会死。既然如此，让我来好好研究一下，好不好？话音落下，女孩挥出一刀，叶枫濒临死亡，可狗符咒的力量瞬间爆发，生命力瞬间恢复。好疼，这速度远超音速，恐怕是我至今遇到的最强敌人。瓦卢，你真的不会死哎，这下可以好好玩了，不知道能不能把你剁了，再一点点拼起来呢，一定很有趣吧？此刻，叶枫心中警铃大作，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唯一的生路就是反击。叶枫轰出全力一拳，纯白色光柱贯穿天地，数十里森林夷为平地，山峦崩塌。打中了吗？这样的一击，就算是神也该死了吧？不料下一刻，女孩甜美的声音响起：“没有哦 ，Joker， 看到了吗？好恐怖的力量啊！上一次见到这样夸张的破坏力，还是和10尊的那些家伙战斗的时候呢。”白痴，你到底还想玩多久？我们的时间有限，不要在这种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哈，无意义 ，Joker， 你是在说我的快乐是无意义的吗？女孩怒火刚起，突然眼前一晃，发现叶枫消失了。人呢？躲起来了，想跟我玩捉迷藏吗？女孩的感知力瞬间覆盖战场，却未发现任何生命迹象与能量波动。不行，你怎么可以就这样跑掉？我还没玩够啊！怎么可以？与此同时，李峰已抵达黑风狼王的主巢穴。各位观众，在见证冠军诞生的时刻之前，我们还有最后一位选手身处赛场之中，他的表现究竟如何？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叶。下一刻，主持人话语卡住，发现屏幕中只有寻常密林，空无一人。怎么回事？人呢？信号断了吗？评委席上，理事们皱眉询问技术人员：“这是怎么回事？”从数据显示来看，该选手的生命手环信号正常，并未触发求救或死亡警报，但就是拍不到人。现在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技术故障，我们的后台人员正在紧急排查，请大家稍安勿躁。在等待期间，让我们将镜头切回到李峰选手。镜头中，李峰抵达峡谷尽头，洞穴深处传来震耳欲聋的咆哮。雷雨，千百道粗壮电蛇爆发，狼王瞬间僵直倒下，一颗拳头大小的魂晶悬浮半空。体育馆内先是死寂，随后爆发出狂热欢呼。各位观众，战斗结束，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黑风狼王的主巢穴储存着整个族群数十年积累的魂晶，得到之后，李峰的积分将会瞬间暴涨到一个前无古人的地步。不料李峰走到洞穴最深处，却发现里面却一无所有，只剩几颗劣质魂晶。空的？怎么是空的？被水提前搬空了吗？此刻，主持人擦着汗强行解说。看来黑风狼王也许把宝藏藏在了另一个更隐秘的地方。主持人刚要转移话题，洞穴外一道强光穿透而来，摄像浮游机信号彻底中断。怎么回事？是恐怖袭击吗？赛场被攻击了！快切备用信号，把卫星视角调出来。突然，评委席上的秦雪瑶动了。森林里有不知名的八阶在交战，你们都不要动，我去看看。秦雪瑶身影瞬间消失在天际，几秒钟后，摄像头信号接入，整座山峰竟被铲平。李峰雷铠已散，我放弃比赛。下一刻，李峰从平台消失。报告，李峰选手已安全传送至休息区，生命体征平稳，精神状态受些冲击，无大碍。最终积分统计出来了，李峰总积分785分。评委席上，县长擦了擦额头冷汗。既然李峰已经出来，本届挑战赛的野外赛段就到此为止吧。县长，各位理事，按照比赛章程，还有一位选手未结束比赛，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分数。就是那个一开始就找不到人的吗？有必要的吗？死活都不知道。可是规则就是如此，只要选手生命手环没发警报，就仍是参赛状态，历来如此。与此同时，森林边缘，女孩正在发狂大叫：“不乱攻击！出来，给我出来！你这个只会躲在阴沟里的老鼠！”下一刻，她的身影竟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叶枫先生，出来吧！金宵魔术师为您刚才所经历的不愉快致以最诚挚的歉意。叽里咕噜说些什么呢？你们想干什么？我没兴趣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既然是金宵的人，那就吃我一拳。叶枫猛地一拳过去，却被女人瞬移躲过。我理解您的愤怒，但金宵对您本人并无任何恶意。我此次前来，只是为了将阿萨托斯带回。如今任务已经完成，就不再打扰您了。说完，魔术师径直消失无踪，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金宵，这个诡异的组织，这些疯子到底图什么？此刻，他脚边出现一张白纸蜥蜴，这好像是个高阶材料，难道是那个魔术师留下的？这是好还是挑衅？下一刻，一道银白色身影径直向他冲过来，威压惊人。你怎么会在这？我是安和县新人挑战赛的参赛选手，第一轮比赛就在这附近。难道你就是那个失踪的选手，来自前云第一中学？秦雪瑶话语卡顿，她发现自己第3次见面，竟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我叫叶枫，您又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是这次挑战赛的特邀评委，感知到这里有8阶强者能量碰撞，过来查看。可你怎么会活下来？你一个锻造师，根本扛不住这种等级的能量湮灭吧？我运气好咯。算了，先不说这个。刚才在这里战斗的是什么人？你看到他们的特征了吗？看到了，一群自称来自金宵的家伙。
果然是他们。叶枫忽然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金属紧急联络器，递还给他。对了，这个紧急联络器我没用上，还是谢谢您的好意。你竟然没用，看来他上次从哀嚎石林活着出来，不是靠联络器求援，这小子身上恐怕藏着大秘密。想到这，秦雪瑶的灵识反复扫过叶枫，却未发现任何异常。算了，这里不安全，我带你回赛场。秦雪瑶牵着他，脚下发力冲天而起，稳稳落在评委席前方空。秦胜，您没事吧？情况怎么样了？主持人看清少年面容，用尽全身力气呼喊：“是叶枫选手，是之前失踪的叶枫选手。”体育馆瞬间炸开播，观众席上，苏兰和叶大海泪流满面。回来就好，回来了就好啊！秦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敌人已经走了。简单几字在众人耳中如同惊雷炸响，主持人立刻反应过来，高声宣布：奇迹！秦雪瑶胜者一己之力逼退2位8阶强敌，还将叶枫选手毫发无伤带回。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送给他。秦胜，您辛苦了，您简直就是定海神针。那2个宵小定是闻风丧胆逃了，职责所在而已。况且他们在我抵达前就离开了。闻言，县长笑容僵住，转而将不满发泄到叶枫身上。叶枫同学，你一声不吭玩失踪，耽误比赛进程。既然回来了，别再磨蹭，直接宣布比赛结束，公布排名，进入下一轮。各位观众，我宣布本届安和县高中生挑战赛野外赛段的冠。等一下，你又有什么事？比赛还没有结束，我收集的魂金还没有上交统计。听到这话，全场错愕，李氏嗤笑一声，扑眼摆手：“赶紧拿出来吧，1颗2颗都行，别耽误大家时间。”叶枫缓步走上高台，抬起右手，无数各色魂金从戒指中狂涌而出，迅速堆积成一座山丘。休息区内，李峰猛地站起：“不可能，我是乾云城百年不遇的天才，怎么会输给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一声暴喝响彻全场，李峰伸手指着叶枫：“他肯定作弊了，谁能证明这些魂金是比赛中获得的？他肯定用了见不得光的手段。”李峰的话极具煽动性，原本心存疑虑的观众瞬间找到了宣泄口。没错，李峰同学的质疑很有道理。叶枫选手，你必须对魂金来源给出合理的解释。就在叶枫准备开口时，一道清冷的声音传入每个人耳中：“我能为他担保。”秦雪瑶站起身，神色淡然地看着评委席，原本沸反盈天的体育馆戛然而止。秦胜说的是我糊涂了。叶枫同学天纵奇才，能得到秦胜认可，必然品行与实力俱佳。李氏反手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都是我的错，请秦胜责罚。”好了好了，既然是误会，说开了就好。秦胜都担保了，自然没问题。统计继续，大屏幕积分统计重新开始，最终数字定格在21450分。最终统计结果出炉，恭喜叶枫选手以21450分的绝对优势获得野外赛段冠军。雷鸣般的掌声再次响起，主持人继续宣布赛程。接下来进入最后一轮，选手对决。话语落下，4位勉强过关的选手彼此对视，露出苦涩笑容。报告评委，我弃权。我也弃权。主台选手区最终只剩下叶枫与李峰。我不知道你之前走了什么运，但那到此为止了。现在立刻自己滚下去，别逼我亲自动手，那会让你很难看。你的废话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好，很好，你成功激怒我了。希望等一下，你的骨头也能像你的嘴一样硬。观众席上，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几乎没人看好叶枫。老爷，快让你儿子认输，这不是开玩笑的。以风洞真格了，你儿子会出人命的。是啊，老爷，名次哪有命重要？快让他下来！工友们七嘴八舌劝说，叶大海脸色涨红。我相信我儿子，他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既然他选择站上去，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苏兰也用尽全身力气朝着主台呼喊：“小枫，加油！儿子，加油！”嗨嗨，既然双方选手都已就位，那么我宣布最终决战现在开始。话音落下，李峰浑身雷光涌动，气势迫人，叶枫却安静的像块礁石。县长您看，这还有什么打的必要？李峰的雷电能量凝聚度快接近3阶了，叶枫怕不是被吓傻了。此刻，所有人都不看好叶枫，唯有秦雪瑶的内心充满疑惑。哀嚎石林的魔物构成复杂，一个没有战斗技能加成的锻造师，怎么可能在那里生存下来？除非他隐藏了什么。擂台之上，李峰蓄力达到顶峰，凝聚成一杆3米长的雷电长枪。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雷枪，李峰奋力一掷，雷电长枪化作蓝色电光，撕裂空气，直刺叶枫胸膛。完了，上来就用这种杀伤性技能，出了人命怎么跟上面交代？快去救人啊！电光石火间，叶枫随意抬起右手，雷枪便突兀静止了。这是什么情况？幻觉吗？我一定是眼花了。原来击符咒的漂浮之力就是念动量，挺好用的。叶枫手腕轻轻一转，被禁锢的雷枪调转，枪头对准李峰，还给你。叶枫五指猛地一推，雷枪以更狂暴气势倒射而回。李峰骇然失色，堪堪躲过。很好，是我小看你了。接下来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话音落下，李峰的身影消失了。评委席上，一直沉默的专业评委激动开口：“这是李峰雷极光的核心能力，用雷电极限
强化神经反应和肌肉速度。好快，肉眼根本无法捕捉他的动作。擂台中央，叶枫笑了，又是一个速度型对手。今天跟这种类型的敌人交手，快要打出心得了。擂台上，电光轨迹骤然归一，汇聚到叶枫正后方。死吧！雷光轰向叶枫后心，致命危机袭来。震耳欲聋的巨响炸开后，李峰保持出拳姿势，却无法再进分毫。叶枫伸出一只手，轻描淡写的抓住了李峰的手腕。他单手接住了，那是雷极光的全力一击，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你到底是什么东西？表演结束了吗？那么到我了。话音落下，叶枫一拳挥出，李峰的身体像破麻袋般倒飞出去，抽搐2下便不动了。这一幕瞬间引爆全场，一拳就一拳，那个钱云城第一天才就被打飞了。医护组，快上台确认选手状况。李峰选手多处骨折，内脏受损，已陷入重度昏迷，没有生命危险，需要立刻送往医务室抢救。主持人松了口气，定了定神，拿起话筒。我宣布，安和县高中生挑战赛最终获胜者是叶枫选手。全场没有欢呼，所有人都用看怪物的眼神注视着擂台中央的少年。秦雪瑶缓缓站起身，我只问一个问题，你最后那一拳留手了，对吗？此言一出，满场皆惊，观众和评委都愣住了。秦小姐，您是不是看错了？那一击的力量已经超出等级威力，怎么可能留手？如果用全力，他会死。整个体育馆再次陷入死寂，随即爆发出质疑的哗然。他说用全力，李峰会死，开什么玩笑？赢了就吹牛，太狂了。秦雪瑶不管身后的议论，笑了起来。很好，你以后有什么打算？考虑过加入哪个工会或者职业者小队吗？没有。那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想不想站在整个大夏所有职业者的顶点？我想邀请你成为我的队友。观众席彻底炸了，秦雪瑶的邀请让所有人癫狂。然而面对这份天大的机缘，叶枫表情没有半分变化。我拒绝。简短干脆的3个字，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他拒绝了？他疯了吗？这可是秦生的邀请，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为什么？我一个人习惯了，不喜欢束缚。简单的理由让人无法反驳，全场哗然。我尊重你的选择，叶枫。安和县太小了，钱云城也太小了，我们很快会在更大的舞台上见面。秦雪瑶坐回位置，不再言语。主持人如蒙大赦，连忙走上前来。现在进入最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首先是本次挑战赛的冠军奖金100万信用币，其次是一套全职业通用的黑钢战甲全套装备，最后是本次挑战赛最大的彩头，赤铜地龙的龙金。话音落下，所有人的目光都变得火热。安和县挑战赛的落幕，让叶枫这个名字彻底响彻全城。而对叶枫而言，这场比赛不过是他人生路上的一个小小插曲。等着吧，我终将集齐12符咒，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我的精彩人生此刻才刚刚开始。我们再次恭喜叶枫选手，他以无可争议的实力夺得了本次安和县新人挑战赛的冠军。掌声雷动，叶枫在全场目光的注视下，一步一步走下擂台，身影很快消失在人群里。傍晚，他推开家门，浓郁的饭菜香扑面而来。回来了，快让妈看看，受伤没？那李峰多凶啊，比赛多危险。我儿子能有啥事？那小子根本不是小峰的对手。快坐，你妈今天可是把看家本领都掏出来了。妈，我真没事，一点伤都没有。叶枫被按在主座上，苏兰不停地往他碗里夹菜，碗里很快就堆成了小山。多吃点，看你瘦的，得好好补补。对，吃肉补气力。酒过3巡，气氛渐渐缓和起来。叶大海满脸期盼地看着儿子。小峰，这次回来多待几天吧，比赛累坏了。好好歇歇，学习也别太逼自己。对，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把身体养回来。闻言，叶枫心里一暖，却还是轻轻摇了摇头。我明天就走。话音落下，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这么急，才刚回来啊？时间不等人，这次比赛只是开始，外面比我强的人多的是，我必须抓紧时间变强。叶大海沉默了很久，最后从怀里掏出一张黑色晶片卡，郑重地推到叶枫面前。这个你拿着。爸，这是干什么？这里面有50万。是我和你妈一辈子的积蓄，加上你上次寄回来的1万，一分没动，全存进去了。闻言，叶枫心头一震，50万对靠卖力气谋生的爸妈来说，这是他们一辈子的汗水和辛劳啊！爸妈，我不能要，我现在不缺钱，冠军奖金有100万呢。那不一样，你有钱是你的本事，我们给是我们的心意，我们给不了你背景和资源，只能尽这点心意。是啊，小峰，是爸妈对不起你，让你跟着受苦了，你就收下吧，让爸妈心里好受点。这一刻，叶枫鼻子一酸，他知道这张卡里装的是他们全部的爱，不能再推辞了。好，我收下。但是爸妈，你们不用愧疚，我从来没后悔生在这个家，你们给了我全部的爱，这就够了。次日一早，叶枫刚走到小巷口，县长就主动迎了上来。叶枫来了，走，我送你回钱云城。县长，这么早还劳您亲自来送，太不好意思了。应该的，你是咱全县的骄傲，我来送，理所当然。上车后，县长寒暄了几句，而后诚恳地开口：据我所知，你父母都是厂里的工人吧？这样，我跟厂里打个招呼，把你爸调到仓库管理岗，你妈安排进工会办公室，都清闲些。另外，
县里新盖的小区，我给你们家留一套。听到这话，叶枫心下一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不会是有求于我吧？想到这，他连忙拒绝道：“县长，这份礼太重了，你先别急，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不需要你现在为安和县做什么，只希望你以后成长起来了，能记得自己是安和县走出去的，在县里需要帮助时，帮着第一句话。”这一刻，叶枫终于松了口气。县长，既然您这么坦诚，我也不客套了。这份好意，我替我父母收下了。这份人情，我叶枫记在心里。好，我就知道没看错人。家里的事我一定安排妥当。你在千云城只管放手去闯，安和县永远是你的后盾。车开了很久，终于前方出现检查站，再往前就是荒野地带。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叶枫，前路漫漫，多加保重。记住，安和县永远是你的家。我记住了。县长随即又看向司机，温声嘱咐道：“小王，你一定要把他安全送到千云城。”是，我必不负所托。县长离开后不久，突然一声沉闷的巨响从前方的荒野传来，小王脸色大变，猛踩刹车。叶先生，前面出事了，这动静和震感，肯定是有人在战斗，规模还不小，咱们得停下来等动静平息了再走。不能绕路吗？不行，这条路是守备军和冒险者用血清理出来的安全线，离开主路近未探索区域，九死一生，而且这车连普通异兽都挡不住，我不能拿您的安全冒险。好，我明白了，那你开车回安和县吧，我自己赶路。听到这话，司机小王直接愣住了。叶先生，您说什么？县长特意交代，必须把您安全送到乾云城啊！县长让你送我，是希望我顺利快捷得到。现在你和这车都在拖我时间，我有办法赶路，比坐车更快更安全。你留下来，只会成我的牵绊。小王想起县长对叶枫的郑重态度，不再争辩。等他下车后，便默默调转了车头。叶先生，您千万小心啊！放心，去吧。黑色轿车很快消失在路尽头。叶枫确认无人后，心念一动，积符咒的漂浮之力托起他的身体，让他悬在了空中。巨响的源头是一个巨大的深坑，到处是异兽、甲壳和人类尸骸，死伤惨重。这些死者里，除了魔物猎人，竟然还有乾云城守备军的人。可守备军都是4阶以上的精锐啊，他们竟然全军覆没，到底是什么敌人这么厉害？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闯入他的视野。陆青哥，他怎么会在这儿？叶枫不再犹豫，朝着混乱的战场悄然飞去。此时，荒野空地上，陆青哥跑得气喘吁吁，身后7个追兵紧追不舍。再往前，就是深不见底的断魂崖。小姑娘，别跑了，再跑就掉断魂崖了，尸骨无存。几位大哥，你们追我到底图啥啊？我一个弱女子，身上除了几把刀，啥都没有。少装算了，别以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盒子肯定在你身上。我真不知道什么盒子，你们不如去问问那边的守备军。还敢嘴硬，搜一搜就知道了。不过在此之前，我得先打断你的4肢，免得你耍花样。老大，别急着打断啊，这小妞这么水灵，先让哥几个快活快活。听到这话，陆青哥面色一冷，看来是没得谈了。谈当然可以，乖乖交出东西，伺候好我们兄弟，我考虑留你全尸。我偏，你们想得到美。好啊，既然你如此不识相，那就去死吧。说罢，黑甲男人搓出一个蓝色能量球，笔直轰向悬崖边的陆青哥。千钧一发之际，叶枫挡在他身前，徒手抓住那颗蓝球，猛地扔向远方山头。那山头轰然塌了一半，轰鸣震彻天地。陆青哥，你这什么情况？遇上猎匪了呗，一群打家劫舍的货色，我都准备好同归于尽了，也一来全毁了我的悲壮戏码。这时，劫匪们终于缓过神来，纷纷狞笑起来。小子，你还是个学生吧？就学别人英雄救美，可惜啊，你和这小妞今天都得留下。没错，小子，交出所有东西，自断一臂滚蛋，不然断魂崖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哈，就凭你们也配威胁我？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说着，黑甲男人猛地拉弓，一支箭矢瞬间脱弦，直奔叶枫心脏。小仙！下一刻，箭矢毫无阻碍地穿透了叶枫的胸膛，众人瞬间爆发出狂笑，哈哈哈哈！装什么逼？还不是一招就废，中看不中用。我的破魔剑，就算是5阶魔物也扛不住，这小子死定了。就在这时，叶枫低头看了看胸口的箭矢，冷笑一声，就这？他伸手握住剑杆，硬生生拔了出来。下一秒，胸口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不错的炼金剑，可惜用错了地方。这一刻，所有人都看呆了。你到底是什么人？竟然拥有这种恐怖的自愈能力？你刚才不是说了，一个赶着来送死的蠢货？不过现在这句话还给你们。话音落下，叶枫右拳裹挟着磅礴气势，直奔黑甲男人面门。等等，不要硬碰硬，他是守护骑士，有物理免疫的。下一刻，土黄色光晕覆盖黑甲男人全身，可他引以为傲的防御却被叶枫一拳轰破，数百公斤的身躯被一股力量击飞，重重砸在岩石上。怎么会？我明明100%免疫物理伤害，为什么会被击飞？原来如此，有意思的防御体系。可惜啊，你遇上了我。见状，一旁的刀疤小弟歇斯底里的咆哮起来：“愣着干什么？一起上，杀了他！”刀疤男举刀冲来，其余法师催动法术，火球、风刃齐发，所有攻击同时落在叶枫身上，可他纹丝不动，伤口以违背常理的速度愈合，仅仅2秒，一切恢复如初。这怎么回事？根本杀不死他！巨大的恐惧之下，众人瞬间溃不成军，扔掉
掉武器四散逃窜。想逃，晚了。说罢，他正要动身，先前那黑甲男人竟猛地站起来，死死挡在他面前。你们快走，我拖住他。闻言，叶枫饶有兴致地打量了他一眼，倒还有点骨气，可惜你搞错了一件事。说话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灰扑扑的石头。你以为我只会用拳头吗？话音刚落，石头上的盘龙骤然亮起，刺目光柱冲天，烈焰席卷四方。几个逃出100米的猎匪被火焰追上，瞬间化为飞灰。那黑甲男人也被活活烧死。丁，检测到宿主越级瞬杀7位敌人，奖励万能模拟材料1枚，可在一次锻造中模拟并替代任意一种已知或未知的材料。听到这话，叶枫瞬间激动起来。我天，意外之喜啊！有了这个，就能任意替换一个符咒的制作材料。此刻，一旁的陆青哥也是满脸震撼。叶枫，你这是什么力量？他明明是个生活类职业，可这根本是6阶以上法师的禁咒威力啊！他到底是谁？叶枫没有理会他的询问，将龙符咒放回口袋后，挑眉反问道：“说说吧，你怎么会在这儿？被他们追杀？”学校组织出城历练，遇上魔物潮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守备军和猎匪激战惊扰了魔物，我和大家失散了，却被他们盯上。他们非说我拿了什么盒子，而且这附近应该还有他们的人在和守备军战斗。我看到了，那边是主力战场，黑风团的实力比想象中强。守备军护送的盒子，应该就是猎匪伏击的目标。说罢，叶枫准备向主力战场走去。陆青哥连忙叫住了他：“那个，你一直都这么厉害吗？你觉得生活类职业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你这样的。我刚才真以为你死了。嗨，小伤而已。哈，心脏都被贯穿了，这叫小伤。不过说真的，谢谢你救我命，这份恩情太大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了。这倒不用，我这人大气得很，不用报。那怎么行？我最讲究有恩必报，救命之恩大过天，不报答我睡不着觉。要不这样，我以身相许好了。叶枫早已习惯他的骚扰，无奈地扫了他一眼。算了，你太麻烦，我消受不起。我哪里麻烦？我长得漂亮，身材好，实力也不差，上得了战场，下得了厨房，还能暖床，多好的条件，你就收了我吧。这时，叶枫终于忍不下去，嫌弃道：“你是不是被爆炸炸坏脑子了？”我清醒得很。就在这时，树林里传来脚步声，两人立刻停止打闹，警惕起来。谁？下一刻，10几名军人从树林中走出，为首的高大男人正是钱云城守备军第3小队队长雷刚。你是上次多校历练的学生叶枫？不错。确认身份后，双方都放松了下来。雷刚快步走上前，目光在焦土上扫视了一遍。这里发生了什么？黑风团的人呢？死了。是我们的人做的。是我。听到这话，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盯着他，谁也不敢相信7个黑风团悍匪竟被一个未成年学生解决了。雷队长，您别不信，我先前被黑风团的人追杀，是叶枫同学救了我，把他们都解决了。有了陆青哥这个3好学生的背书，雷刚终于信了这话，赞赏地拍了拍叶枫的肩膀。猴小子，干得漂亮！我代表守备军谢谢你。回到城里，我亲自给你申请嘉奖。闻言，叶枫笑了笑，无置可否。就在这时，一个中年老师急匆匆跑了过来。我天，青哥同学，你没事吧？老师找了你半天，快急疯了。叶枫定睛一看，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和他有过夙愿的王建国。王老师，你们学校胆子真大，这种时候还敢把学生带到荒野历练。雷队长，这是意外，我们选的路线是3级风险区，按理说没问题的。按理说，你看看这儿，守备军精锐都死伤惨重，你把一群没见过多少血的学生扔到这儿，就没问题。这一刻，王振国脸色发白，却仍试图辩解。我们不知道会有这么高级别的冲突，也是为了学生好。现在竞争激烈，实战经验很重要，不提前适应，以后会吃亏的。吃亏总比丢命强。王老师，你的职责是保护他们，不是把他们推向屠宰场。回去我会向上级和教育部门提交报告。我希望别再在荒野看到学生的尸体。王振国沉默了半晌，最终满脸苦涩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了，青哥，走吧，其他同学还在临时营地等你。王振国刚想迈步，忽然注意到一旁的叶枫，顿时皱起眉头。是叶枫，是我。这一刻，他心中的怒火仿佛找到了发泄的地方，对着叶枫就是一顿输出。胡闹！这里是荒野，是你这种废物该来的地方吗？今天算你运气好，遇到我们和青哥。要是没遇到，你现在已经是具尸体了。到时候我怎么跟学校、跟你家人交代？回去之后，我立刻向教务处提交报告，给你记大过，全校通报批评。就在这时，雷刚皱眉打断了他。王老师，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我搞错什么了？你说叶枫同学运气好，被我们救了，恰恰相反，是我们运气好，遇到了叶枫同学，是他救了我们。听到这话，王振国的脑子轰然一响，不可置信道：“什么？您没开玩笑吧？”王老师，恕我直言，你对这位同学的评价有失偏颇。黑风团的7个人都是一级通缉犯，我们小队在他们的伏击下损失惨重，而叶枫同学一个人就把他们全留在了这儿。像叶枫同学这样的天才，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高的评价，让王振国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对不起，是我评价错了。行了。
过去的事情不提了，我们还有任务，得把牺牲的弟兄们带回家。王老师既然来了，这2个学生就交给你，务必安全带回去。是，我明白，我们马上回营地回城。多谢雷队长。收队，带上牺牲的弟兄，走。是。守备军离开后，王振国整理好衣领，试图找回老师的阵地，可转过身，却发现叶枫不见了。他人呢？是啊，你说叶枫同学嘛，他早就走了呀。另一边，叶枫哼着小曲回到了乾云城，刀疤脸3人早已在巷口等候。爷，您回来了。我不在的这几天有进展吗？有大进展。您过目，这3天我们把乾云城地下渠道翻了个底朝天，总算没辜负您的期望。叶枫接过清单，发现是金属的门牙、月光兔的后足、通臂猿猴的火眼石、铁甲蛮猪的獠牙都被重勾画上了。效率这么高，我本以为至少要1个月，没想到短短几天就有了着落。您不知道，钱在黑市里太好使了，我们放话高价收，那些藏着材料的卖家全主动送上门来了。没错，就通臂猿猴的火眼石最难搞，被个老赌棍当传家宝，但我们刚一出价30万，那老家伙当场就哭了，说终于能吃他孙子的腿了。很好，东西呢？买家都在，您随时可以跟我们去拿。不过那个天马之蹄太罕见了，5年前在顶级拍卖会上被神秘人买走后，就再没音讯。我找消息贩子打听，他却说这东西可遇不可求，找的话最少要10天半个月，还不一定有结果。说完，他紧张地攥紧了手。坏了，这位爷最讨厌拖延，我们没找到最后一样，肯定算办事不力，他肯定要降罪我们了。他忐忑地抬起头，却见叶枫一脸淡然道：“不用了。”什么？不用了？难道任务完成了？他要卸磨杀驴，杀人灭口了？毕竟我们知道他太多秘密了。叶枫看着3人大惊失色的模样，瞬间明白了他们的心思，不禁无奈道：“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我说的是真的，你们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远超我的预期。之前我们之间的账一笔勾销。”您的意思是我们自由了？没错，陪我拿完东西，交易结束后，你们想去哪、做什么都与我无关。当然，以后有类似的事，我会优先考虑你们。听到这话，刀疤脸3人彻底懵了，反应过来后，他们猛地跪了下来。爷，您这话见外了，我们兄弟3个就是黑市底层的臭虫，是您给了我们新生，这条命您随时能拿，我们这辈子就跟定您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对，我们跟定爷了。行吧，那你们以后就听我指挥。现在我们去取材料。这一夜，叶枫满载而归。回到宿舍后，他立刻换出了系统。今晚给我打造鼠、兔、猴、猪4样符咒，另外马符咒的材料由万能材料替代。是，已开始锻造。半小时后，5枚符咒浮现在空中。叶枫心念一动，将12枚符咒依次铺开，形成完美的能量圆环。丁，您已获得火之圣主的力量，进阶为完美的力量体。太好了，12符咒尽数归位，这下我什么都不缺了。下一刻，系统提示再次响起。丁，新的1周已开始，周长签到已刷新，是否进行本周签到？是，第一次签到就给了12符咒蓝图，给了我足够强悍的力量。这次会是什么？在忐忑紧张的期待下，系统音再度响起。丁，恭喜宿主获得锻造蓝图长虹剑，成功锻造后，宿主将自动习得配套武学与内功心法。听到这话，叶枫激动的一蹦3尺高。竟然是长虹剑，这不是红毛少侠的配件吗？而且他位列7剑之首，是7剑之中最为锋利的一把。叶枫连忙查看蓝图，发现长虹剑的核心材料竟是风银之精。这东西我从未听说，乾云城周边也不产出，看来得让刀疤脸他们去打听啊。黑市消息灵通，说不定有线索。将符咒收好之后，叶枫沉沉睡去。深夜时分，一道人影悄无声息地翻入房间，走到他的床边。上次破心锥都穿不透你的心脏，算你走运。这次有女巫的毒药和巫毒娃娃，就算是不死之身，也得烂成猛水。说罢，黑影将墨绿色毒液灌进叶枫嘴里，又用长钉将巫毒娃娃钉在床头。很快，叶枫的呼吸就变得十分微弱。黑影看了一眼，满意的点了点头。看你这次怎么活。次日一早，叶枫醒来后，发现嘴里甜甜的，定睛一看，床头还多了个娃娃。怎么又有人潜入？看样子是想置我于死地啊！可惜现在的我12符咒已齐，他是白费功夫了。叶枫伸手拔下巫毒娃娃和长钉，瞬间将其捏成粉末。就在这时，桌上的手机震动起来，竟是柳如烟打来电话。喂，叶枫，你现在方便吗？方便，说吧。这时，电话那头传来一阵争抢声，而后响起另一道甜美的女声：“叶枫，我跟你说，我们家如烟鼓足勇气想约你约会，你可别不给面子。”陆青哥，你胡说什么？快把手机还给我！我可没胡说，你有本事就来抢呀！过了好一会儿，柳如烟才重新拿稳手机，羞愤道：“叶枫，你别听他瞎说，他就是爱开玩笑。就是我听说城西新开了一条商业街，有很多新奇的店铺，你有空吗？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可以，什么时候？在哪碰头？上午10点，在学校门口公交站台见，行吗？没问题。好，就这么说定了，我先去准备了，再见。挂掉电话后，叶枫轻笑一声，真是个可爱的姑娘。9点半不到，叶枫准时抵达学校门口公交站台，一道亮丽身影瞬间闯入视线。你怎么来这么早？我都提前10分钟出门了，没想到你比我还快。
反正没事，就提前过来了。你不也挺早？那能一样吗？毕竟是我主动约的你，不得早点到，给你留个好印象。两人说说笑笑，很快就到了万象商业街。我打听好了，这条街新开了家熔岩之心烤肉店，用的是火山区域空运的高级火系魔物食材，味道一绝。我请客，陪我去尝尝。好啊。走走走，去晚了要排队。来到烤肉店后，两人刚点完餐，目光就被大厅中心的一桌人吸引了。那边怎么回事？跟粉丝见面会似的，被围在中间的是大明星吗？算是吧，那是学政司的赵老师，今年觉醒者大考的所有事务，他都有话语权。就在这时，赵老师也发现了他们的身影，径直朝着这边走来。叶枫同学，是我，你有事吗？果然是你，我听说前不久安和县的新人挑战赛你去参加了，听说李峰也去了。这时，柳如烟忽然想到了什么，惊异发问：难道说安和县新人赛的冠军就是你？是你打赢了李峰？听到这话，周围所有考生都沸腾了。真的假的？那李峰可是百年难遇的天才，这小子竟然能打过他。据说李峰还是惨败翻车的，只拿了第2。我以为一直是谣言，没想到居然是真的。这时，赵老师也笑着开口：叶枫，我了解过你的家庭情况，经济压力不小吧？这样，学政司有特优生炼金材料，我可以特批一部分给你。你需要什么？列个单子，下次给我就行。谢谢你，赵老师。不用客气，我该走了，你们继续约会。赵老师转身离开，他刚走，一大群学生就像潮水般涌过来，将卡作围的水泄不通。叶枫同学，你怎么打赢李峰的？他的雷凯不是同级无解吗？你的职业是什么啊？气息也太内敛了，加个好友吧，以后切磋一下。叶枫被吵得头疼，干脆拉着柳如烟就往外走。让一下，谢谢。别走啊，我们交流一下。两人无视身后的呼唤，朝大门跑去。后面一大群学生紧随其后，却怎么也追不上。不知跑了多久，两人终于来到一处僻静空地。我天，跑不动了！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追着跑，感觉自己跟真心魔物似的，后面跟了一群猎人。这就是变强的代价。要是咱们只是普通人，就不会有这事了。就在这时，柳如烟的手机突然响了。喂，妈，你表姐今天来乾云城了，马上就到车站，你去接应她一下。说完，电话那头直接被挂断，徒留柳如烟在原地叹气。叶枫，咱们的约会计划泡汤了，我得去趟车站，真对不起，本来还想带你去夜市的。没关系，反正我没事，陪你一起去吧。也好，就当饭后散步了。两人并肩而行，很快来到河滨广场。不料映入眼帘的竟是几十辆豪车，车旁还站着数十名保镖，气场逼人。我天，这阵仗也太夸张了吧！都是来保护你表姐的。她出门向来这样，我妈让我来，估计就是让我当个本地向导，走个过场。你这表姐到底是什么大人物？你知道万金城吧？蓝星经济首都，我们柳家是万金城创始家族之一，跺一跺脚，蓝星经济都得抖3抖。我表姐叫柳幼薇，是现任柳家家主独生女，也是内定下代继承人。这些对她来说只是基本出行配置。我以前只知道你是富婆，没想到这么富。别误会，这都是主家的事，我们家只是外迁到乾云城的分支，血缘隔了好几代，跟主家没太大关系，顶多算是乾云城过得比较宽裕的普通家庭。啧，你们家对普通的定义有点特别。两人走向广场中心，越靠近压迫感越强。叶枫甚至感受到了不少6阶、7阶职业者的气息。我是柳如烟，我母亲应该和你们联系过了，这是我朋友叶枫。黑衣人点头，抬手在通讯器上操作了几下，侧身让开通路。两人走到核心区域，一个漂亮女孩猛地扑了过来，一把抱住柳如烟。如烟，你真的来了，我还以为他们就是走个流程呢。我妈电话都快打爆了，我能不快来吗？嘿嘿，那不是怕有危险吧？这位帅哥是？这是我朋友叶枫。你好，我是柳幼薇，谢谢你陪如烟过来。你好，没想到他这么随和，完全没有大家族千金的架子。好了，别站着了，坐我的车，跟我一起走。告诉你们，我这次来乾云城可不是玩的，议会给了我一个重要任务，算是历练，有你们本地人帮忙。太好了，蓝星议会那可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最高权力机构，他的任务怎么会交给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孩？具体任务不能说，总之接下来要麻烦你们了。三人上车之后，开开心心的闲聊了一会儿。这时，叶枫忽然感觉有点不对劲，这么久了，车队怎么还不启动？是啊，按理说接到人就该走了，在等什么？这时，一名保镖径直走向副驾驶，一切看似正常，可他后颈处竟有一根细如蛛丝的银线。不好，是西敏师。他刚想推开车门，那保镖的速度更快，已经来到柳幼薇面前，冲着他猛地射出一枪。柳幼薇被光束击中倒下，滚出车外。住手！表姐。紧接着，叶枫一记飞踢直取保镖头颅，直接将他踹出数米远。大小姐遇袭，保护现场，杀了他，为大小姐报仇。话音落下，保镖们形成合围，悍不畏死的扑了过来。可那傀儡却轻易躲过所有攻击，随即发起反击。转瞬之间，那些保镖全部倒地，而后又被细线操控着，僵硬的站了起来。这是什么邪术？这些尸体全都活过来了。紧接着，被操控的尸体们开始攻击昔日同伴，广场上变成单方面的屠杀。片刻后，再也没有站着的活口，只剩下几十具傀儡。呵呵，原来是你。
自深渊之后一别，我一直很想你，没想到这么快重逢。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袭击柳小姐目的何在？目的你很快就会知道。现在让我们玩个尽兴的游戏吧。下一刻，几十具傀儡同时转头，齐刷刷看向叶枫。不少路人被这动静吸引，掏出手机拍摄起来。那是什么？行为艺术吗？听到声音来源，傀儡们又同时转头，直勾勾地看向那群路人。帷幕一起，此夜当送我今宵之名，闲杂人等速速退去。说罢，几具傀儡同时抬手，无数火球冲天而起，路人们彻底崩溃了，尖叫着疯狂逃窜。快逃，快逃啊！这时，柳如烟从车里冲了出来，看清周围的一切后，双腿一软，差点下跪了。叶枫，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遇上了最顶级的疯子，等下我冲开缺口，你不要回头，用最快速度跑出去，联系警备司，让他们封锁整个河滨区。不，他们每一个都远超普通职业者，你分心掩护我，根本冲不出去，我们都会死在这里。让我留下吧，我们一起作战。也好，那就跟紧我吧。有马符咒在，我能保他没事。见状，一旁的戏命师忍不住拍了拍手，感叹道：“真是一份感人至深的爱情啊！只可惜高尚又愚蠢，不过也罢，你们俩就陪我好好玩玩吧。”戏命师话音未落，叶枫的身影突然变得模糊，凭空消失在原地。哎呀，人呢？下一刻，几十具傀儡整齐转头，扫视广场每一个角落，却完全捕捉不到叶枫的踪迹。闹了半天，原来是虚张声势，丢下小女朋友跑了。人性啊，真是经不起考验。可爱的小姐，你的英雄弃你而去了，接下来由我来好好招待你吧。说罢，他挥了挥手，一具傀儡便气势汹汹地朝柳如烟走去。你不要过来！千钧一发之际，那具傀儡竟猛然炸开了。下一秒，立即的爆炸声接连响起，所有傀儡接连炸裂，但所有能量碎片都完美绕开了柳如烟。烟尘中，叶枫的身影缓缓显现。结束了吗？没有，炸掉的只是他的傀儡，本体根本不在这儿。话音刚落，散落的傀儡碎块快速拼凑融合，最终化作一具更高大狰狞的金属傀儡。精彩，太精彩了！你瞬间引爆我所有傀儡核心的控制力，堪称艺术。而且你有消除自身痕迹的能力吧？上次让阿萨托斯头疼的就是这个，谁知道呢？呵呵，本来想好好玩个游戏，何必动粗？不过你要打，我奉陪到底。只是厮杀起来，说不定就要有人死了，说不好是谁死。哈哈哈，你很有自信，我喜欢。不过我看了你和阿萨托斯的战斗录像，发现了你的弱点，你力量极强，却驾驭不住。面对极致速度，力量只会成为累赘。来吧，开始第二幕。说罢，戏命师打了个响指，天地骤变，叶枫和柳如烟被卷入了一座宏伟诡异的古典剧场。欢迎来到我的领域，我是导演，你们是我今晚最重要的演员。领域正好在城市里束手束脚，现在我可以全力出手了。话音刚落，致命危机从侧后方袭来，他本能地将柳如烟推到一旁，自己极限侧身，好快的速度！下一刻，癫狂交响乐轰然奏起，场景再度切换，变成了冰天雪地的雪山之巅。好冷，这舞台够广阔，够荒凉，正好当强者的目的。这一刻，叶枫不理会戏命师的聒噪，一拳轰出。你太慢了，空有屠神之力，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这种无力感是不是很绝望？戏命师话音刚落，发现叶枫消失不见了，下一秒，毁灭性能量出现在他身后，叶枫的拳头已然逼近。老子有吐符咒，跟我比速度，可笑。下一刻，叶枫的拳头狠狠砸在傀儡背上，打得他满身裂痕。他们再次回到了剧场里。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有这种速度？你到底藏了多少底牌？叶枫不回答，再次冲了上去。两人在舞台上激烈碰撞，又一次对撞后，戏命师被猛地击飞。哈哈，有意思。近身战我输了，那就换一种表演形式。说完这话，他微微抬手，观众席上凭空出现无数傀儡，组成庞大交响乐团。来，欣赏我为你准备的死亡的合奏。不料他的台词还没说完，就发出了凄厉惨叫。只见两道炽热电光撕裂空间，吞噬了整个傀儡乐团。下一刻，两人重新回到了满目疮痍的河滨广场。真有你的！你和阿萨托斯战斗时，居然还藏着这么多技能，是特意为我准备的惊喜吗？你猜？有趣！我喜欢你身上的秘密，总有一天我要把你拆解，做成我最完美的收藏品。期待我们的下次相见。说罢，傀儡猛然爆炸，所有银线彻底消失，戏命师已然逃走了。没杀掉他真是可惜，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打赢了。紧接着，叶枫走到广场中央，发现一枚拳头大小的蓝色晶石正静静躺在那里。竟然是极寒冰魄，今宵真富啊！又是捡边角料发财的一天。片刻后，柳如烟冲出藏身处，一头扎进叶枫怀里。终于安全了，太可怕了。没事了，都过去了。不过你为什么会这么厉害？你不是那个课堂走神、训练平平的同学吗？我一直都很厉害啊。呸！大骗子，你肯定是偷偷藏拙了。就在这时，柳如烟看到了一旁柳幼薇的尸体，想到不久之前她还在和自己说笑，此刻却毫无生机的躺在那里，顿时嚎啕大哭起来。表姐，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你快起来啊！见状，叶枫有些心疼，情不自禁地将她护进怀里。柳如烟哭了许久，直到嗓子都哑了，才默默擦了擦泪。其实我跟她关系不算顶好，我是旁支，她是主家大小姐，长辈总拿我跟她比。我以前挺嫉妒她的，可她对我真的很好，有好东西会分我，被欺负了会帮我。其实吧，
他还可以抢救一下。听到这话，柳如烟猛地抬头，一脸震惊地看向他。可是怎么救？他已经死的不能再死了。你放心，我自有办法。说罢，叶枫伸手按在柳幼薇心脏的位置，接连发动了鼠符咒、狗符咒、马符咒的力量。下一刻，磅礴的生命能量灌注柳幼薇全身，她的身体以违背自然的速度疯狂修复，短短10几秒便恢复完好。我天，叶枫，你真的把一个死人救活了，也太厉害了吧！不过他怎么还没醒？这个我刚刚已经检查过了，他的身体没有问题，单纯就是被吓晕过去了。听到这话，柳如烟扑哧一笑，也对，她那样一个千金小姐，遇到这种事情肯定很害怕。就在这时，数十名警备司人员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柳如烟刚想说话，却见他们齐刷刷地举起了枪支。叶枫，你涉嫌策划刺杀柳氏集团继承人柳幼薇，我以警备司行动组队长名义正式拘捕你。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听到这话，柳如烟瞬间炸毛，激动地挡在叶枫身前。你们搞错了，叶枫是在和凶手战斗，保护我表姐的，才不是凶手。柳如烟小姐，你也需要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难道我也是嫌疑人？我亲眼看着表姐死在面前，我也差点死了啊！请您冷静点，我们办案只讲证据。第一，柳幼薇行程保密，钱云城这边只有你和你母亲知晓。第二，监控显示，除了柳家车队和你们，无任何可疑人员进入广场。而现在，广场上除了你们2个，还有活人吗？可是真不是我们干的，是一个叫性命师的人操控了表姐的保镖发动袭击，所有的人都是他杀的。你的意思是有神秘人操控尸体杀人？叶枫单枪匹马击退了他，简直是胡言乱语。就在这时，一名年轻队员急匆匆跑来，激动道：“队长，柳幼薇的生命体征竟然稳定下来了，就跟睡着了一样。但我们之前明明确认过，她已经死亡了。”听到这话，柳如烟眼睛一亮，激动大喊道：“看到了吧，我表姐没死，她能证明我们的清白。你们去问她，她亲眼看到了凶手。”闻言，卫官沉默片刻后，而后冷声道：“派2名队员叫醒柳幼薇，让她亲自来回话。”可她晕过去了，你们叫不醒她的。既然晕了，就等她醒来证明你们清白。在此之前，你们必须跟我走。卫官一挥手，气氛瞬间剑拔弩张。你们怎么这样？见他们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叶枫冷笑一声，将柳如烟拉到身后。我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还要逮捕我？天下有这道理，反正我哪里也不去，你们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带走我。我再说最后一遍，封锁现场，联系柳家处理后续。我没时间陪你们玩这种无聊游戏。卫官气得青筋暴起，他不再废话，做出射击手势。你们这是找死！就在这时，3道身影从天而降，为首的是警备司副指挥官，而他身旁跟着的正是学政司赵老师和守备军雷队长。给我住手！这一刻，卫官终于慌了。长官，您怎么来了？案子查不清楚，还仗着权势胡作非为。紧接着，副指挥官走到叶枫和柳如烟面前，不料他还没开口，一旁的赵老师率先打了招呼：“叶枫同学，柳如烟同学，咱们又见面了。”赵老师，您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要被当成恐怖分子就地处决了。这时，一旁的卫官仍不甘心，冲上来辩解道：“长官，案发现场只有他们2个活口，证据对他们不利，我只是按规定办案。”好了，张卫官，我问你，有预谋的刺杀需要多久准备？至少几天甚至几周吧，需要情报收集、路线规划和人员部署。那我告诉你，今天下午案发前几个小时，我还和这2位同学见过面。你告诉我，他们怎么在2-3个小时内策划并实施这场厮杀？难道他们未卜先知？赵老师的一通话，堵得卫官哑口无言。见状，雷队长挑眉笑道：“老吴，你这手下眼神不行啊！这小子我认识，他要是想杀人，犯不着搞这么大阵仗，也绝不会对同伴下手。”这一刻，学政司和守备军都为叶枫作证，两方大人物的背书让卫官脸色惨白。行了，张卫官，你判断失误，处置不当，险些造成严重后果，现免去你行动组队长职务，留职察看。另外，你马上向叶枫先生和柳如烟小姐道歉。叶枫同学，对不起。叶枫嘴上虽应了，可却一个眼神都没分给卫官，仍是满脸不爽。见状，副指挥官连忙道：“叶枫先生，这次是我们警备司失职，让你和刘小姐受惊了，官方愿意提供补偿，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尽力满足。”听到这话，叶枫倒是来了兴趣。补偿，我倒确实缺一样材料，丰银之精，你们有吗？话音落下，众人都有些诧异。丰银之精产自南大陆丰西草原，稀有且运输困难，你要这个做什么？反正是私人用途，你不用管。也罢，勤务兵，现在储备库中可有此物？队长官，现在还有7枚，都是早年高价收购封存的。那就把7枚丰银之精全部赠送给叶枫先生，作为补偿，明天上午10点前送到。既然这么大方，那就多谢了。是我们该谢谢你，不然柳家大小姐和柳如烟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把柳幼薇小姐送去医院吧。
再仔细检查一下。好，我们也去，我要去看表姐。不多时，他们一行人抵达特护病房。老医生仔细检查之后，满脸都是惊异。奇迹，这简直是医学奇迹！根据急救报告，他遭受过高能粒子光束近距离冲击，可现在连一道划痕都没有，也太牛了吧！可是医生，他什么时候能醒？看了，半个小时之内就能自然醒来。他只是深度睡眠，身体机能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在这时，病房门被推开，柳如烟的父母焦急地冲了进来。如烟，我的宝贝女儿，你吓死妈妈了！爸妈，三人抱在一起哭了半晌，最终柳如烟擦了擦眼泪，笑着介绍道：“这位是叶枫，今天是他救了我们，要是没有他，你们今晚见到的就是我们的尸体了。”这一刻，柳伯夫妇郑重走上前，深深鞠了一躬：“叶枫同学，请受我一拜。你救下的是我们柳家的未来，这份恩情，柳家永世不忘。”柳叔叔言重了，我和如烟是同学，保护她是应该的。孩子，阿姨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以后你就是柳家的恩人，有任何需要随时找我们。朱家已经为你准备了酬谢，稍后会有人通知你。这是我和你苏阿姨的一点心意，你务必收下。说罢，柳伯将一张黑色卡片递给叶枫，他看着卡片，又看了看夫妇二人，最终还是坦然收下了。好，那我就却之不恭了。一番客套后，柳伯夫妇便离开了。紧接着，叶枫的终端突然响起，展开后竟是一份长长的清单，正是柳家主家的酬谢。我天，柳家出手也太阔绰了吧！我爸妈一辈子省吃俭用，恐怕都买不起那辆飞车的一个轮胎。柳如烟看着叶枫石化的样子，忍不住调侃道：“主家对幼薇姐的事看得极重，你救了她，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真的只是一点心意。再说，我都是你的人了，他们给你东西，不就等于给我吗？你什么时候成我的人了？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啊！”说罢，他主动亲我了。这一刻，叶枫心里暖暖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以前我一个人狩猎魔物，挣扎前行，以为这条路只会有我自己，但以后我不再是孤身一人了，我会和这个敢爱敢恨的丫头一同前行。此刻，和煦的灯光映照着少女泛红的耳根，也映照着少年眼底的温柔。前路漫漫，他们的精彩故事远未结束，相反，才刚刚开始。